今天继续和点水泥，等一下开始砌墙。小鱼在这边砌墙，我准备把这一堆土全部都铲出去。因为没有工具，所以用桶一桶一桶的拎，但是这样也太慢了，所以小鱼带着我到我们镇上买了一个农用的小推车。说真的，这个小推车还确实挺好用的，一趟拉了就够我颠几桶了，推起来还挺方便。而且这个小翻斗车我们这边卖的还挺便宜的，才180块钱，我看了一下网上都要200多，还是我们这边物价低呀。小鱼还在这边砌墙，我先把这边地平做一下，先用水泥做一个地平，然后再做一层子防水，上面再铺瓷砖。这就是今天一天的成果了。然后砌了一堵墙，这个墙还没有砌完呢。回头院子的话一定要找人了，这真的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我们真的是一点都不专业，墙都砌歪了。不过还好，它反正也不会塌掉了。这掉了腿都对。耶！小鱼来，我也进来了。当然鼻音有劲了，我可是天生神力。把原来的水磨石地板全部都去掉，本来想着就3间卧室铺下地板，客厅和走廊就不铺地板了，还用之前的水磨石地板，但是卧室里面的地板和客厅里面的水磨石地板一点也不配套，所以就索性把客厅里面的也拆掉了，一起铺上地板。我三叔帮我们砌下水道的检修口，因为这个管道很长，所以要留2个检修口，这一个是靠近厨房的。如果不砌检修口的话，这么长的管子以后万一堵了，那就难了，不知道该从哪找起了。有的时候买到假东西，有可能还是一件好事。就像我爸30多年前铺地板的时候买到假水泥了，所以今天地板才那么容易被打掉。如果是真水泥的，那可就难搞了。今天小表弟没有出去开挖机，又来帮我家干活了，好不容易休息1天，又来帮我干活。看来小时候真的没有白疼他。把地面都清理干净了，就等明天师傅们过来。今天贴瓷砖的师傅过来了，是我二姑父给我找的人。我二姑父在我们老家这边是做建筑队的，所以他手底下的工人会贴地板砖。我二姑父给我调了几个大泵过来，我和小鱼也给他们打下手，所以这2天的话都没有空怎么拍视频。姑父真的是亲姑父啊！我给他打电话说，我找人贴地板砖，人家给我要5、6千。随后我姑父就说，找什么人贴呀？我给你找几个工人还便宜，按天工算。你和小鱼到时候也给他们打下手。我姑父说这样划算一点，工钱的话估计5、6千的一半都用不到，而且这些工人还都是专业贴瓷砖的老师傅。大家看我选的这个砖的颜色好看吗？客厅还有3间卧室全部都贴的这种砖，80乘80的，一块的话是16块5。今天给大家拍个一镜到底。这边是厨房间，地砖还有墙砖都已经贴好了。厨房吊顶的话是让我表哥做的，因为现在活比较多，所以1个星期左右才能过来做。卫生间的墙砖和地砖也都已经贴好了。这是卫生间旁边的储藏间，以后的话可能作为小鱼的工具房了。走廊还有房间我都选的是通铺的这一种地板，因为我不喜欢黑色的那一种过门石还有踢脚线，我感觉通铺的话整体效果的话都比较统一。前2天我们河南这边居然下雪了，农历10月份就下雪，真的是有点早呀，就下了一小会儿。当时想等雪大了之后再拍呢，结果它不下了。你看这个花窗照出来的阳光是不是特别的好看？还是院子大比较好，太阳一出来到处都是阳光，前面的房屋也遮挡不到，这下冬天晒被子可真方便了。这几天我和小鱼都临时躺在这个房间里，晚上的时候可是真冷，因为窗户还都没有装玻璃呢，所以四面透风的。
我们房间里的卫生间还有淋浴间都已经铺好地砖和墙砖了。今天做推拉门的也过来量尺寸了，估计1个星期左右就能做好了。还有我们贴砖的工人费用一共是2010。大家说这么大的面积贴砖工钱的话才2000。等会儿把这边的垃圾全部都清理一下，明天师傅们要过来做一下地平。早上天才微蒙蒙亮，我就起床了，把这一点赶紧收拾好，等下师傅们要过来了。又拉走了2车，可算把这一堆垃圾清理干净了。今天上午师傅们做的地平，中间留这个是因为要跑那个煤气管道，这一点的话是我们自己做的，因为上午师傅们做完这一边的话就走了。之前这个地方是放打灰机的地方，然后我们今天收拾了一下，把这边也做了一下。好多人问我们这个井的话是怎么抽水的，就是买了一个像这样的窒息棒，然后再插上电就立马通水了。这个上水很快的，可以说是秒通水。没有了打灰机，用人工活灰可是非常非常的累呀。幸亏我三叔在家帮着我们一起干。小鱼和小锅，先把和好的水泥都铺上，要等个几个小时再做下一道工序。是从我二姑家借过来的，就是做地平的一个工具，具体叫什么名字我也不太清楚。先把地平磨一下压实，然后再用抹灰的铲子刮一下。这边是上午师傅们做的，因为它表面做的不太平整，我三叔说趁着这个工具借回来了，把这边也磨一下，做的平整一点好看。路面已经干得差不多了，表面看起来确实挺光滑的。现在上面走人已经可以了，但是还是不能过车。上个视频好多人问我们以后车停在哪里，就是停在这个地方呀。因为我家宅子挺大的，所以我往里面挪了有2米。我们这边的话基本都往里面挪一点，就是为了自己停车方便。这院子里面这么多垃圾怎么办呀？还要在这边挖一条小河，唉，怎么办呀？哎，表弟过来了，表弟来喽，帮我们弄垃圾哦。表弟是从那边那个副门那边进来的，前门的话他已经是进不来了。本来今天加班就能干完的，可是大篷车坏了，拉不了东西了，只好让表弟先开回去了，明天下午再过来。但是发现了，我们这个院子的垃圾真的是越挖越多，幸亏表弟过来了，要不然我们又不知道要挖到什么时候。
昨天表弟把这个院子里面的土全部都平了一遍。这个地方是我挖的小河沟，那个地方回头我要做一个花台，从这边弄一个小拱桥过去。然后这个就是我的桃花岛啦。以后的话，在岛上放一个亭子，再弄一个拱桥，然后上岛。这个水的话是循环的，从这边绕一圈，然后又回去了，循环水。好期待我这个小河沟完工的样子呀！把我之前买的那个亭子拿过来组装一下，要先把它放在岛上，要不然的话位置不好找。这个亭子我买了有将近2个月了，一直都在那边扔着，院子没有收拾好，也没有地方组装它。你看小鱼同志干起活来是多么的卖力呀！今天表弟又来帮我们干活了，我和表弟比赛看谁跳得远呢。他说我这个距离绝对跳不过来，我非要证明给他看。跳是能跳进来，为啥我感觉这么吃力呢？而表弟一个跨步直接就跨进来了，绝对不是因为我腿短，因为他的腿也不长。把组装好的亭子先搬上桃花岛，他们就在这边左量量右量量，因为这个岛中间的话要做一个6边形的，外圈的话是圆形的，外圆内方的这一种。因为之前挖好的话是一个圆形的，现在要修成一个6边形的，所以很多地方都要挖，又是一个大工程呀。今天一天又干不完了。表弟说挖土可比他开挖机累多了，早知道就把挖机再开过来了。本来他今天下午没干活，来到我们这边看有什么能帮上忙的，这一次可真的是帮上一个大忙了。第2天，中间这个6边形终于快修好了，就剩了这一点点。我和小鱼2个人干了一上午，终于把这个6边形给搞好了。今天师傅们来干活了，先把这边的墙给砌上。来了3个大工，2个小工，1天的时间把这一堵墙给砌完了。第2天就开始修这个鱼池了，先把鱼池下面都铺满砖头。把所有的砖头都铺好之后，就开始砌墙了。这个鱼池的高度我留的有将近1.2米。鱼池是好砌的，最难砌的是中间的这个6边形。3个老师傅光找这个6边形的角就找了有将近2-3个小时。看似这点活很少，没多少，可是很费时间呀。这些师傅们干了有3天的时间，才把这个鱼池给砌好缝好。主要是中间的这个6边形有点费时间。刚好今天买的这个拱桥也到了，等下让小鱼同志先组装一下。小鱼按照说明书组装的，感觉有点不对，可能是材料发错了。这个桥装到一半，然后先把这个拱桥搭在这个地方，看合不合适，尺寸是刚刚好。就让师傅们把里面粉了一下，粉了之后还要做防水。大家说这种鱼池防水的话，做哪一种比较好呀？我们也不太清楚。外面的话，我以后准备粘那一种鹅卵石。鱼池建好了，大家有没有好的建议做什么防水呀？欢迎大家来评论区里留言。小鱼在这边睡了有1个月的沙发了，今天终于能睡床了。我们屋里面的床还没到，东厢房和西厢房的床都已经到了。小鱼说先把床组装一下，睡了那么久的沙发了，确实有点想念大床了。这个床别看便宜，质量还挺好的，出乎我的意料。我就喜欢这一种简约欧式的这种感觉，真是年纪大了，花里胡哨的越来越不喜欢了，就喜欢这一种简单的。我和小鱼2个人比赛组装床头柜，看谁组装得快。说实话，这个动手能力我真的是不如小鱼，我装起来感觉好吃力的样子，装了一半我就不装了，自动认输了，算了，也赢不过他。有时候我还是挺有自知之明的。
有的时候网购啊，真的这个图片很害人的。就像这个床头柜看起来很大，结果到我手里面这么小。小鱼还说这都是人家不要的。其实我感觉也没什么嘛，除了小一点，其他也没什么。把给爷爷买的这个床也组装一下。给爷爷买的这张床可是费了点心思，像其他2张床就直接买的是那一种平板的床头，给爷爷买的这个床头的话是带储物功能的，可以放一点他的小东西，手机啊，还有收音机啊什么的都可以放在上面。当时看了好多家带这个储物功能的，好多都是软包的，不是纯实木的。因为我家不是1楼嘛，我怕1楼会潮，然后那个软包的还会掉皮啊什么之类的，所以找了好多家，终于找到这一种可以储物的又是实木的床。爷爷的床也装好了，当时那个拱桥没有装好，因为卖家发错了2根柱子。今天早上快递到了，小鱼就迫不及待地组装起来了。也不知道小鱼这一天天的劲怎么这么大。早上我还没起床，他就去拿快递，然后回来在这边组装起来了。他组装好了，我才慢悠悠的起床，看着他走一圈又一圈的，是不是想让我表扬表扬他呀？小鱼真棒。客卫的马桶还有脸盆都是我之前订好的，今天师傅也来安装了。我们主卧买的洗衣机也到了，今天师傅来送货，还安装好了。超喜欢洗衣机的这个配色。装卫生间门还有淋浴门的师傅今天也过来了，因为我买的家具都是那一种带金色的条条的，然后我这个框子当时也想选金色的，可是这个金色的比黑色的贵的太多了，所以我就选了黑色的。不过装出来这个黑色的还是蛮好看的，挺喜欢的。这个门的玻璃我很喜欢，他说这一种是长虹玻璃的，看起来这种玻璃确实挺有质感的。客卫卫生间的门我选的是白色的，整体还挺搭配的。装热水器的师傅也过来了，我们这个屋子是装的电热水器，以后厨房和客卫就装那一种壁挂炉，因为他们2个离得比。终于把大门安上了，这样出去买什么东西也放心了，不用家里面一直留个人看门了。这就是大门安装好之后的样子了，和里面的门颜色都是一样的。大家看这种门好不好看呀？他今天要干嘛？要给这个房间排电了。其他房间的电之前都已经排好了，就剩我们住的这间卧室，还有厨房间和卫生间。今天把电都排好，明天表哥就能过来吊顶了。表哥说最近接的活比较多，我们这点活他已经拖了有1个多月了，明天终于能来了。是不是快过年了，收拾房子的比较多呀？我看我们村里面将近有10几家都在收拾房子。这几天终于把事情全部都处理好了，我们也要开始抓紧收拾房子了。眼看到年底了，要抓紧收拾，早点回来入住呀。自从把大门安装好，我和小鱼就先回哥哥嫂子家住了，因为订个玻璃一直迟迟未到，这年头订个玻璃也要等这么久。自从收拾房子，好多时间都浪费在了等待上，等材料，等师傅，等工人，等安装，各种等，我都无奈了。房间线就排好了，就等明天过来吊顶了。房间的线也都排好了。明天要早早的起床了，5点半就要起床，因为
为表哥说他们6点多的时候过来，我们赶回盼万盼的吊钉师傅终于来了。大家看我选的这种好看吗？表哥说这种是今年最流行的款式。干嘛呢，小郭？你这多好啊！这是2块钱。这个扣板每一个上面都有一层保护膜，要把这个保护膜都撕掉。又下雨了。前2天买的这个铺地石还没有时间来得及铺呢，今天下雨了就先铺一条路出来，省得踩来踩去都是泥巴。邻居家的小侄女在这里蹦蹦跳跳的，我刚刚还以为是谁家在放炮呢，原来是用那个炮钉枪在固定那个吊饰。这个吊顶还是蛮快的，用那个扣板直接往上扣就行了。厨房间只用了1个多小时，吊顶就吊完了。这个整体出来的效果还不错吧？经典的黑白格。这个卫生间吊起来更是快，大概有1个小时，这个卫生间就做完了。所有的房间吊顶全部都是用的这种黑白格的。前面咚咚那2声是给自己壮胆着呢，没想到他打到墙上的时候，我还是吓得一激灵。下午就开始吊这个房间的了。这个卫生间上面遮挡的话，用的是这种板子，是铝塑板还是墙板呀？我也不太清楚。这种板子是防火防水的，主要是耐潮，因为1楼的话比较潮湿。之前说是用石膏板隔起来，但是综合考虑了一下，还是采用这一种。这个卫生间也全部都做好了，卫生间留的这个高度是2米多一点，因为北方冬天比较冷，层高低一点暖和一点，要不然洗澡的话都太冷了，我又不喜欢去浴池里面洗，所以就层高留低一点。能暖和固定玻璃的方式也太简单粗暴了吧，用几个小钉子就固定了。我和小鱼说人家都是用木条固定的，小鱼说用钉子又省钱又好看，我看主要还是省钱吧。我订的是白玻璃啊，怎么变成绿玻璃了？放在一起就变绿了。看，来了。耶？为啥呢？好奇怪呀，我刚刚还以为是拉错了，拉成绿玻璃了。为啥玻璃堆积在一起就是绿色的，单独拿开就变成白色的呢？主要学问也不高，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原理。这个玻璃的话是按照平方卖的，40块钱1个平方。在我的认知中，我感觉普通的白玻璃应该是很便宜的，没想到也要这么贵。这还是我们专门去卖玻璃那地方买的，要是去卖门窗那地方买的话，估计会更贵。他们这边是只卖玻璃，不包送的。我们自己去拉的，结果回来还拉碎了一块。好在老板还不错，到那边的话又给我们免费画了一块。我和小鱼2个人分工明确，他的主要任务是安装玻璃，我的主要任务是他安装玻璃前把门窗都擦干净。我们2个人上午去拉玻璃，下午安装了一下午，才把玻璃全部都安装好。天天感觉时间特别不够用，一晃1天就过去了。今天把客厅的门也装上。之前贴地板砖的时候，因为客厅的门有点碍事，所以给去掉了。今天趁着装玻璃，一起把门也装上。最后一块玻璃马上就安装好了，大功告成。现在已经是5点多了，天马上就快黑了。今天我们2个都有全副武装哦。首先第一步肯定是要把浴室里面的卫生都打扫一下。看我打扫的是不是干干净净？小鱼说这个墙面太干了，要先用水湿一下。开始抬水泥和浆了，先把大缸里抽上大半桶水，然后加入水泥搅拌一下，再加入胶粉。一点一点能别能唱多数。兄弟们，记住他现在这个自信的样子。让他听我的，他非不听我的，非要剪一个长的。等一下看他如何夸夸打脸。兄弟们，咱就是说他这脾气死犟的，怎么给他收拾一下？这是不撞南墙绝不回头呀！让他自己在那摆弄吧。自己在这摆弄了有2个多小时，丝毫没有一点进展。哎，这是干嘛呢？怎么搁起来了呀？怎么弄成小块了呀？你刚刚不是挺能自信的吗？不是不听我的吗？怎么弄成小块了？咱就是说不听媳妇的话行不行？
不听老婆言，吃亏在眼前；接受老婆管，一生都保险；不服老婆管，处处有危险。你说你早听我话，至于耽误那么长时间吗？真是想不明白，到底是因为啥呀？全部都给它切成小块的，1米长一个，1米长一个。我之前就跟他说这样做，他非不信，非要弄长的，说省事。结果呢，事儿也没省，又白白浪费了2个多小时的时间。现在找到方法要领了，做起来就很快了。不过这个鱼池这么大的面积，一天肯定是做不完的，主要是这个拐弯抹角的特别不好做。要都是直上直下的，我感觉一天绝对能做得完。小鱼这算是第2次做这种防水了，虽然有一点点小经验，但是还是不能和专业的师傅比呀，慢慢来吧。今天就做了这么多，天已经黑了，去做鱼池防水。昨天已经做了有1小半了，现在还有1大半，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完成。小鱼说，就算加班到凌晨12点，也要把防水给做完。我们买的这个丙纶布是1.2米宽的，一卷的话大概有将近90米。刚开始拉了1卷，因为家里面上次做防水剩下的还有10几米，结果没够用，又单独去买了25米。不过说实在的，自己做确实比较省钱。找人做防水的话，这么大的面积，肯定最起码要2000块钱。我们自己做的话，所有的料钱加在一起的话是将近500块钱。确实做丙纶防水的话是比较省钱的。之前我还想过推那个鱼池防水涂料，可是那个也太贵了。我们全部弄下来的话，肯定要3000块钱打底了，所以就选择了做丙纶这一种。效果都是差不多的，就是做丙纶的话有点费劲费时间。小鱼说今天加班也要干完，原来是真的。天快黑了，我说收拾东西我们走吧，然后他说今天打着灯也要把这个防水给做完。你说你这劲头要当时用在上学上面，你至于初中还没毕业吗？没办法，人家不走，咱也只好陪着。天真的是太冷了，你看全部都结冰了。天哪，让你们看一下。全部都结冰了。这2天没有更新，猜猜我们去干嘛去了？其实我们去找石头去了。看，这就是我们找到的石头。我们这边的话也没有山，也不产石头，这些石头可是我们费尽千辛万苦找来的，要是在网上买，运费都要比石头贵。等一下的话，我们就要把石头然后粘在这个上面。废话不多说，开始干活吧。第一步，先和灰，水泥和沙子的比例是1:1，然后瓷砖粘合剂的话适量放。第2步，用水先把墙面全部都打湿。第3步，有请咱们毫无经验的师傅上场。不就是粘鹅卵石吗？一听说还很难的，咱就是不怕。小鱼从我三叔家拿点他钓的鱼，先试试水，看能不能成活。他说刚做的防水可能有害物质，看看这些鱼能不能毒死。我又继续粘起来我的石头了。我三叔说他之前见过专门粘鹅卵石的师傅干活，说粘起来很慢，而且还特别费时间，粘不好的话墙上的石头都会掉。说我今天最多粘1米，而且明天石头都会冻掉。可是呢，今天我粘了有6米哦，冻不冻掉就明天看喽。这就是粘好之后的效果。今天干了有4、5个小时，粘了有6米，确实很慢，但是出来的效果还不错哦，是我喜欢的那一种。上单筋说趴了1夜，特别怕早上一来石头全部都掉了，那可就是纯要我的命了。今天早上一来真的是惊喜十分呀，居然1个都没掉。来的路上我还在想，要是全部都掉完了，这丢脸可就丢大了。没想到这些石头还真的挺给面子的，居然1个也没掉。从此我又解锁了一个新技能，这个技能就是有一点费腰，一做就是几个小时，还特别的费时间。我预计是3天之内完成，看现在这个进度怎么着也得4天了。因为就我一个人贴，小鱼说他不会，我感觉他应该不是不会，他就是不想做。今天虽然比昨天多贴了一点，但是还是只完成了有1小半，明天还要继续。今天上午把院子里的垃圾全部都收拾下，
把该卖的废品拉到废品站去卖了。然后下午我又继续贴起鹅卵石了。这个活真的是太费腰了，不能一天一直干这个活，要不然的话一天下来腰也受不了。所以我们上午基本干点小活，然后下午贴鹅卵石，不能为了抓紧时间把这个进度完成，再把腰给累坏了。所以就一点一点慢慢来吧。感觉冬天天真的是特别的短，下午才4点多一点，天就开始有点灰蒙蒙的了。等到5点多的时候，天就已经黑透了。今天就干到这里吧，明天再继续粘鹅卵石。收工了。历时5天，终于把这个鹅卵石给粘好了。最后出来的效果真的是太有感觉了。咱就是说，第一次粘鹅卵石，大家感觉我弄得怎么样？我是非常的满意。知道为啥做的这么慢吗？因为要一个石头一个石头的往上安，还要用锤子砸一下，用锤子砸过之后，再用小铲子抹得好看一点。就这样一个一个的弄呀，弄了得有几千块石头了。我想问一下大家，你说我有没有必要把鱼池里面再刷上一层蓝色的油漆呢？好多人说把鱼池刷成蓝色的，这样的话水出来的效果特别的好看。其实我感觉现在的话这个还可以，但是我不知道弄完蓝色的之后会不会更好看一点，所以比较纠结。你们看现在池子里面的水相当于是那一种碧绿色的，其实我感觉这个颜色也还可以，但是我不知道弄完蓝色了之后会不会比这个更好看，所以这2天也在纠结用不用再刷一层蓝色的油漆。大家有没有好一点的建议呀？评论区等你们留言哦。先把门口的垃圾都清理一下，等一下好做台阶。再把边边角角全部都修理整齐。小鱼拿的这个刀是我妈拿回来的砍刀，我和小鱼说不要用这个刀，用这个刀咱妈要是看到了非要说你不可。她说没关系，砍什么不都是砍吗？所以她就用来砍砖头了。希望这条视频我妈看到，到时候好好的修理一下小鱼。先把第1层铺上砖头，然后专业的老师傅就来了。我让我三叔帮忙砌的，因为这个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砌。我在网上找了一个效果图给我三叔看了一下，我三叔说没问题，保证能做成一模一样的。几十年的老师傅了，这点信心肯定是有的。这个台阶是我们前天做好的，前天抓紧时间把这个台阶做好，因为今天还有昨天都非常的冷，都零下了，所以赶到最后1天的好天气，把这个台阶给砌好。我们这边的话，最近1个星期都很冷，都是零下好几度，估计这1个星期也做不了什么活。不过1个星期之后天气又回暖一点，到时候的话就可以把这个台阶的瓷砖给粘上了。今天的话就是先把平底给砌出来，等过几天暖和一点就把瓷砖给贴上，台阶就砌好了。里面的话比外面要短一点，外面的话1个台阶是60公分，里面1个台阶是30公分，一共是上3个台阶，下3个台阶。这个台阶的话也是有说法的，要求是单数，因为人打磨的时候感觉灰尘也太大了，还是先把窗户还有玻璃推拉门先包起来。这几天突然降温了，那我肯定逃不过的就是又感冒了，感觉自己的体质也太差了，每次降温肯定要遭殃。我们是头天晚上打磨好的，第2天就开始喷漆了，把地板保护膜全部都贴好，用美纹纸把缝隙全部都粘住。我们的房间我是选了有2种颜色的，这一种是褐珊瑚的，感觉很高级的一个粉色，很期待上墙以后的效果。这个颜色我要铺在这一面墙，也就是床头背景墙。还有一种是奶咖色的，这个颜色就是那一种有一点淡淡的黄色的感觉，感觉是很温暖的一种颜色。这个颜色我要喷在这一面墙，还有这一面，还有顶部。等一下小鱼就要开始喷漆了，我们先从奶咖色这个颜色喷，先开始喷第1遍。这边是没喷漆，这边是第1遍喷上的样子，再喷第2遍吧。应该是比这边好看多了。现在准备开始喷第2遍了。
因为现在冬季天气太寒冷了，所以我们是隔了1天开始喷第2遍的。第2遍奶咖石喷好之后，小鱼就开始喷这个鹤山湖的了。我也把上面的边边角角全部都补一下。这是第1遍喷好之后的效果，明天开始喷第2遍。我们是每个颜色都喷了2遍。自从开始收拾房子，感觉自己的要求越来越高了。本来想着简单收拾一下就入住，没想到越来越一发不可收拾了。总共耗时2天半，这间房子终于完成了。因为天气冷，干得慢，所以我们是1天喷1遍。现在就是喷好之后的效果，但是还没有完全干透。干透之后应该会比这个更好看一点吧。这个乳胶漆虽然买的是净味的，但是感觉还是有点味。先在这里晾个几天吧，看看来自干活。Und salziges Wasser geschluckt. Als wir den Anker warfen, war es himmlische Ruhe. Und die Sonne stand senkrecht am Himmel. Als ich über die Reling sah, da glaubte ich zu träumen. 这就是拆掉之后的样子了。今天开始做亭子里面的地面了。关于亭子里面的地面，我和小鱼2个人意见有一点不统一。我想用防腐木来做亭子里面的地面，小鱼呢是想用原来拆掉的水墨石地板来做地面。如果要是用防腐木做地面的话，我问了一下，要将近2000块钱左右了。要是用之前地板的话，只需要一点水泥和沙子就可以了。现在也是在纠结，一是想省钱，2呢也是想好看一点。可是不管做哪一种，都要把固定亭子的4个墩子先给砌好。回头固定亭子的话，就直接打膨胀钉打在这个墩子上面。今天的话，就先把这4个墩子给砌好。至于做什么样的地板，我们再考虑考虑，再商量商量吧。这4个墩子就砌好了。小鱼把门口这个放洗手池的底座也给先砌好。砌个底座出来，洗手池才能够稳稳的放在上面。我买的是那一种户外洗手池，底座是木质的，老槐木的，上面的话是石槽，他说是新的石槽，没用过的那一种。具体到底是不是新的，这个也不好说呀。视频的最后我录的有洗手池，大家帮我看一下，是新的石槽呢，还是旧的石槽改造的？其实新的旧的也无所谓了，只要放在外面不被淋坏就好。洗手台的池子就砌好了，微风轻轻的一吹，我家的灯就开始荡秋千了。大家好，我是小郭，今天我们准备装饰我们这间屋子了。这个灯已经买回来有1个多月了，今天终于能装上了。先把灯组装一下，插入一个小圆圈，再插入灯，再盖上灯罩，这一个灯就组装完成了。按照同样的方法，把这个灯的4个叉子全部都组装好。组装好之后，再把每一个分叉的线给分好，蓝色的放一起，红色的放一起。4个分叉都分好之后，就可以放在这个大金球里面。把所有的线按照颜色，红色的都放在一起，蓝色的都放在一起，就可以去接线了。在顶上打一个膨胀钉，就可以去固定灯了。因为我家的层高比较高，所以买这一种灯还是比较合适的。因为这个灯带一个1米左右的延长线，可以吊在这个地方。我家房子的层高都快3.6米了，如果装一个吸顶灯的话，那样的话显得这个卧室也太空旷了。前2天买的这个空调也装上了，这个空调是可以直接语音对话的。你空调，帮我调到28度。这样以后就再也不用天天去找遥控器了。今天顺便也把卧室里面淋浴间的热水管也排上，这个水管排成明的，没有排成暗的，是我最后悔的地方呀。当初就是为了省事，没有排成暗的，我简直是太后悔了。但是现在后悔也已经无济于事了，只有这样了。淋浴间里面的所有设施都已经装好了，花洒、置物架、浴巾架还有拖鞋架都已经装好了。
水池、脸盆也已经装好了，我们离营地了。历时2天，亭子里面的地面终于完工了。省钱是省钱，但是就是有一点单调。我想在这地面上刷一层地板漆，大家感觉刷一层地板漆会不会好看？砌个2层焦二的砖，好砌不好砌？好去。下来。搭上瓦片，这感觉真的是立马就来了。今天开始做大门上的屋檐，其实之前很早的时候就做过一次屋檐，只是当时没有钉木架子，所以风一吹就给刮掉了。幸亏当时风不是特别的大，所以没有怎么坏。这次总结了上次的经验，觉得一定要钉一个木架子才结实一点。把木架钉好后，先放在顶上看合适不合适，然后在墙上拉线测量好尺寸，围着这个尺寸在墙上再钉一圈木方。钉一圈木方的用途就是等一会儿好固定木架。然后再把瓦片一片一片的拼接好，给固定上面。这就是所有瓦片给固定好之后的样子了，看起来还真的挺不错呢。再拿几个小方木，就这样连接起来，4个角全部都给固定好。几片将近报废的瓦被小鱼和我爸拼接成这个样子，真的还是挺哇塞的。第2天一早就来固定这个墙头瓦了，前2天砌的那个砖也干透了，这个瓦就可以打钉固定了。
个秋千都买了2个多月了，一直在储藏间里放着，不知道怎么突然被我闺女发现了，非要缠着她爸把这个秋千给组装一下，一直在这边等着她爸组装好。组装好了之后就开始和小朋友一起玩秋千了，才300多文买了一个秋千，还真的是挺值的。秋千组装好了，姥爷说高低要给秋千弄一个地台，说直接放在土地上有一点不太牢固。我爸说就地取材，做一个又好看又省钱的，就把之前拆下来的水墨石地板全部都搬了过来。我说这样子的话也太难看了吧。我爸说你懂什么，回头的话买一块假草坪铺在上面就行了。把院子里的垃圾也收拾一下，刚刚正好有一个收废品的大妈路过，然后把我们院子里面的纸壳子给收走了，一共卖了70块钱，够今天中午的饭钱了。场地都收拾干净后就开始铺路了，主路的话是铺并排2块，铺的比较稠一点，只留一点小小的缝隙，到时候用白石子给填补一下。其他的小通道留的缝隙比较大一点，一步一个，走起来也是刚刚好。院子里的路铺好了，这一条路是通往客厅的，这一条路是通往亭子里面的，这一条路是通往秋千的。铺好之后感觉是真不错呀。我爸从邻居家里面借回来一个手扶拖拉机，等会儿把院子里的地全部都犁一下。为啥要在院子里面犁地呢？因为我要铺草坪呀，不是种庄稼。可别小看这个拖拉机，一般人还真的弄不好。你看小鱼这姿势，连拉带拽的扶着这个小拖拉机转圈，还真感觉挺搞笑的。小鱼说让我去试一下，我才不要试呢，我怕连人带车一下子翻到鱼池里面去了。我三叔说小鱼离得不行，他要给小鱼展示一下。果然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看起来就是不一样，感觉小鱼离得根本就不到位，只是推着这个池子在这边转圈，到最后还是我爸收的尾，把小鱼犁过的又犁了一遍。把这一堆鹅卵石也转一下地方，在这边碍事了，先把它们都给推走，还是机器快呀。我们这个院子用了不到1个小时就全部都给犁好了。犁好了之后，我爸说再用铁耙子把这些地面全部都平一下，把土壤给弄平，然后再把土里面的小石子全部都给捡出来。把我爸累得够呛，终于把院子里的土全部都给平好了，所有全部都准备就绪了，万事俱备，只差草坪。草坪是昨天晚上到的，这卖家还真是给力，用专车给送过来的，一辆小货车拉得满满的，全部都是我的草皮，从江苏拉过来的。打开一个看一下，这个草还可以，挺绿的，马上我的小院子就要变成青青草原了。我爸刚开始铺了一点，接了个电话就有事先走了。今天我想偷懒不干活是不行了，既然偷不了懒了，就开始干活吧。铺草坪呀，真的是太费腰了，也太费腿了。铺了一半，我爸又回来了，终于可以偷懒了，剩下的就交给老爸和小鱼去铺了。铺完之后，在上面使劲的踩完之后再用水去浇。第一次浇水一定要浇得透透的。小鱼在这个院子里面浇水就浇了将近有1个小时，我们之前打的那个井可是派上了大用场了。这就是草坪铺设好之后的样子了，是不是感觉院子里面生机勃勃的？太爱我的青青草原了。门口的这个洗手台也装上了，咱就是说这个草坪铺上后，就感觉这个院子好像变了一个样。等过几天再栽上我喜欢的花花草草，老铁们，这不就是完美吗？顿时我就想到了一句话：世界繁华万千。前几天买的那个假草坪也到了，今天就给它铺上。在网上买了这棵桃花树，今天也到了，正好也组装一下。这几天我们河南一直下雪下雨的，等天晴了就去花卉市场再买一些真的花花草草。但是这个假的桃花树我还是非常喜欢的，一年四季都这么开花，多漂亮呀！不知道为啥我特别喜欢桃花，我想在我家后院种上好多个桃树。刚才真的是给大家献丑了，因为太喜欢这个桃花树了，忍不住的就唱了一朵桃花朵朵开。我爸把亭子里面也铺上假草坪，再把我之前买的砖雕全部都挂在墙上。砖雕我一共买了6个，梅兰竹菊，还有一个牡丹和荷花，全部都挂在墙上了，是不是比之前好看多了？
把这些地砖的缝隙也全部铺上鹅卵石，要不空荡荡的太难看了。本来想着不铺鹅卵石，全部都铺白石子，但是我买的白石子可能不太够，所以大缝隙的就用鹅卵石铺一下，等下再用白石子给灌一下缝。这就是我买的白石子了，总共买了120斤。铺过鹅卵石后，再用白石子灌一下缝。我在这边撒着石子，突然天空中的雪是越下越大，到最后下起了鹅毛大雪。出生4岁多的女儿还没见过雪，真的是高兴坏了，在院子里面跑跑跳跳的。这就是主路不好的样子了，雪下的太大了，辅路的小石子明天再撒吧。让大家欣赏一下小燕的雪景吧，草坪上都下了一层薄薄的雪了，好期待这个雪能够下大呀，那样明天就可以堆雪人打雪球。
到的这些都是免费的，这些还有这些都是不要钱的。这些为啥都没花钱呢？因为我有一个全能老爸呀。说起我的老爸，也是一个十里八村都知晓的人。年轻时喜欢玩，喜欢结交朋友，所以认识了好多人。在那个80年代，高中毕业的老爸在当时也算是知识分子，所以做过很多生意，开过工厂，干过贸易，做过交警，去东北卖过熟食，去辽宁卖过烤鸭，在老家干过饭店，承包过天然气，等等等等。总结一句话，钱没少挣，也没少花，没攒下多少钱，攒下一堆他所谓的朋友。确实，这不听说我要去买绿植，我爸就说包在他身上。这不，今天去他家要几棵绿植，明天去他家要几棵果树。除了我买了一棵苹果树和4棵山茶花，花了120块钱，其他的还真就没花钱。说起我爸，那真是3天3夜都说不完。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却从不下地干活，一到农忙季节都全国各地的跑去做生意。做的什么生意呢？用现在的话来说，可能是贸易，就是把哪个地区盛产的东西卖到哪个地方稀缺的。在80年代那个充满商机的时代，我爸当时确实也尝到了甜头。在那个一个乡里面都没有一个万元户的时候，我爸却花了1万多块钱建起了我现在所改造的这个房子。当时我爷爷一度认为我爸这个钱来的不正，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后来呢，因为年轻气盛，整个人就飘了，天天在家待着，带着一帮小弟去潇洒。慢慢的钱也花光了，还想去做，却发现商机已经离他远去了。我时常在想，如果我爸当时没飘，一直做下去，我现在会不会是一个富二代呢，而不是一个富二代？哎，这就是命呀。不过不管你有钱没钱，有你这样的老爸，我还是挺开心的。这就是修剪好之后的样子了。这边我修了一个2层的，这边修了一个小圆球，后面的话是2棵竹子，然后这边是一棵香樟树，里面的话这一棵是黄腊梅，外面这边的话是一棵苹果树，这2棵是罗汉松，中间是一个假山的位置。这边2棵的话是车厘子树，这2棵树上面都已经挂过了，等到5月份的时候我就能吃到自己种的车厘子了。这边是小鱼弄的一个喷泉，现在还没有弄好。这棵树我修了一个3层的，这是一个香樟树，这边我修了一个小圆球，这边修了一个2层的。这2棵是葡萄树，飓风葡萄，这2棵葡萄树都已经有10几年了。等过2天在这个亭子上面搭一个葡萄架，把这个葡萄藤爬在这个架子上面，等到夏天的时候就能够吃葡萄了。这边我也修了一个小圆球，这是一棵黄腊梅，这4棵是海棠花，海棠花上面都已经有花骨朵了。这边4棵的话是山茶花，山茶花上面的花骨朵都已经要开花了，估计这2天就要开了。这2棵是发财树，等天再暖和些，用爬藤月季做一面花墙，再种点绣球和树桩玫瑰，那样小院就好。于是我就来到了旧木市场，10块钱1根的方木真香，果断要了30多根。除了做个葡萄架，剩余的还能做围栏。房子改造临近后期，手头的经费是越来越紧，所以能省一点就省一点吧。本来想买防腐木的，结果差不多要30多块钱1根了。那我现在买的这个木头打磨一下，刷上防腐木油，不是一样的起防腐作用吗？哎，好像真的有这个道理吧。我可真是个大聪明呀！话不多说，先打磨起来。这个活只有我们家小鱼能够胜任了，毕竟像我们这样的小仙女，只要刷漆就行了。刚开始还天真的以为刷漆是个好活，没想到太费腰了，一直弯着腰真的是太费腰了。果然什么活也不是轻松的。刷好油漆，在这边晾上一夜，明天干了就能搭架子了。先拿3根方木搭成一个框，量好尺寸后用钢排钉给钉上，往下刨个20-30公分，然后把第一个架子给插进去，上面先简单封一层土。开始做第2个架子了，量好尺寸后还是和第1个一样，先挖2个坑，然后再把架子给放进去。
把葡萄架上面的几根秤子先摆放一下，看看怎么摆好看一点。这样摆是好看一点，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太对。原来人家葡萄架上面是斜角的，我们是直角的，还没切。这个时候就是我展示我小学毕业的数学水平了，一定要算好尺寸，一点都不能差。要是差一点的话，等一下就扣不上了。这个斜角一切，这感觉才对嘛。等下直接往上面一扣，再用钉子简单的固定一下就行了。把切割后的面也用防腐木油给刷一下，角角落落的也不放过。刷好之后，把秤子再一个一个排在上面，这下看起来不那么别扭了。然后再用气钉枪浅钉一下，每个缝的距离也要弄得对称一点，要不然宽的宽，窄的窄也太难看了。小鱼又拿了2根木头，说要再加固一下，再加2根横梁，这样牢固一点，就算刮大风也不怕。夹在这个位置真的是刚刚好，回头洗的床单被罩也有地方晾晒了。把葡萄的枝条全部都放在上面，让它慢慢的生长发芽吧。葡萄架做好了，我总共用了14根木头，每根10块，一共140块钱。红辣油买的30块钱一桶。这个是做好人好事的，自己一声不吭跑到这边来刨下水沟。这个也是我堂哥，休假回来几天还帮我们干活，还有经常帮我们干活的那个也是我堂哥。划重点，他们2个都是单身小伙子哦。每挖一点都要找一下水平，要不然高低不平的不好下水。现在有一个大问题，就是这边的话有一个超级大的树根，径直的挡住了路，只有把这个树根给砍掉，要不然的话这个管子是排不下去的。你们看这个树根大不大？用斧子砍，用电锯切割，这个树根都好像石头一样纹丝不动的，再难也要把它弄掉，不然的话这个下水管就排不了了。为了把这个树根弄掉，小鱼真的是各种工具都用上了，最后属实给小鱼整得无奈了，弄了有4、5个小时才弄了这么一点点，这个砍掉就不砍了，只能砍成这个样子了。水管凑合一下还能过。这2天忙的真的是，这个墙洞的话是原本就有的，只不过后期的话封起来了。现在因为里面要做卫生间，必须要把这个墙洞给掏出来，顺便把上面那个鱼塔也拆掉。上面的话打掉很好打，就是这个下面的话真的是太结实了。因为明天师傅们就要盖厨房间和卫生间了，所以这个墙洞的话必须要掏出来。师傅们早上来的是真早，5点多的时候就到了，这个时候天才微蒙蒙亮。我和小鱼2个人把昨天这个墙洞掏出来的废砖头块全部都拉走，要不然的话等一下影响师傅们干活。里面这个位置的话，一间是卫生间，一间是储藏室，然后外面的话是厨房间。今天一共来了6位老师傅，我感觉今天一天的话主体差不多能完成，6个人干活还是很快的，一会儿这个厨房间就砌好了。专业的劈墙师傅和我的手法确实不一样。我问老师傅是不是我的手法有问题，为什么劈墙的时候我的手磨了好几次泡，然后师傅说刚学的时候都会磨泡。今天来搭树脂瓦的师傅们过来了，因为我们这边买不到仿古的那一种瓦片，只能搭这一种仿古的树脂瓦了。在顶上都铺了一层保温棉，省得冬天的时候屋里面太冷。这种树脂瓦搭起来还是蛮快的，搭了厨房间、储藏间还有卫生间，来了3、4个师傅，一天就能搭完。主要这种仿古的树脂瓦和我们整体的风格都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这一种。这个门头是我之前在网上买的，和之前的墙头瓦一起买的。前2天我们大概的组装了一下，发现装起来有点困难，这次索性师傅在，一起把这个门头也装一下。主要是也没外人，给我们装树脂瓦的是我家侄女的干爹，
所以就请他帮忙指导一下。今天太晚了，这个屋檐是装不好了，只能先把屋檐搭在这个墙檐上面。有专业的师傅指导过了，等过2天空闲了，我和小鱼再把这个门头给装一下。这就是用仿古瓦做完之后的效果。天黑了，小鱼在这边帮我打着灯。这个瓦的话是今天已经完工了，完工后的效果就是这个样子的。仿古瓦的价格一共是4390，市场拉的木头还剩下一大半，今天就把停车旁边的围栏给安排上。还是先把木头打磨一下，然后刷上防腐木油。上次总共买了33根，葡萄架用了14根，还剩余19根。今天索性一起打磨，然后刷上防腐木油。刷好之后先晾上一夜。小鱼自制了一个工具，说是固定围栏立柱用的，反正我是没看懂这个要怎么固定。把这个切割好之后，我才看出来怎么固定的。自从跟了我，你这小脑袋瓜子也开窍了。先开始做围栏的立柱，我们做的是80公分高的。上个视频评论区里面有人留言说这种切割确实挺危险的，我们以后肯定会注意的。这是前2天就切割好的，所以先打上一个马赛克。先开始固定立柱，打上2个孔之后，就开始用到小鱼做的这个工具了。不出意外的话，肯定又出现意外了。这个怎么摇摇晃晃的，一点都不结实。刚开始用的是那一种黄色塑料的膨胀，关键时候还得是你呀，老铁。又花了20多块钱买了26个铁膨胀，这下应该结实了吧？果然比刚刚好多了，最起码晃不动了。刚刚一晃，钉子就要连根拔起。接下来就是要把所有的立柱都先固定好。这就是所有固定好之后的样子了。找来2根旧木头，先比划一下，看怎么弄好看一点。还是刚刚那个要好看一点，现在这个也太丑了。量好合适的尺寸，切割后就可以用钉子固定了。固定好之后，小鱼要把露出来的钉子给磨掉。磨掉露出来的钉子后，我就把草坪给割一下，整理好，把上面的东西都收拾一下，卫生也打扫一下，再搬上2棵快要开花的山茶花。我的牛棚我的围栏就做好了。你们吐槽的全网最丑葡萄架，然后我在旁边又配了一个牛棚。我一张桌子和板凳，在这个预算接近为0的时候买肯定是不可能的，只好对这个饱经风霜50-60年的桌子下手了。你别说，这之前的质量可真好，在外面风吹日晒了几10年，一点也没坏。但是做茶桌你也太高了吧，只好把你的腿全部都锯掉了。还是这小短腿看着顺眼一点。我要把你外面的这身衣服给去掉，再给你换上一身新的衣服。我想你肯定也是高兴的。打磨好了之后，你又看起来很年轻了，完全看不出你已经是50-60岁的高龄了。为了让你以后更好的为我发光发热，我决定再给你加工一下。不得不说，这个老槐木的桌子确实很结实，我感觉应该再用个50年也没什么问题。把上面的灰尘扫一下，等下就开始刷漆了。找出之前用剩下的黄花梨颜色的木蜡油，均匀的给你涂在表面上。干了之后，这个颜色还真好看。现在给我100块钱，我也不换了。为了让你看起来更有光泽，我决定再给你刷上一层清漆。果然，刷上漆之后，你就变得溜光水滑的了。桌子是弄好了，我再弄几个凳子去。又从我家后院拿回来几个凳子，这些凳子原本是准备当柴火用的，现在我又赋予了它们新的生命。我想他们一定对我是感激涕零的，要不是我，他们就沦为了烧火棍的命运。这些凳子是我爸之前开饭店的时候做的，虽然才过了10多年，但是他们绝对没有我的老槐木桌子结实。我敢拍着胸脯说，我的槐木桌子还能再用50年，但是这些凳子，我觉得撑5年就已经很不错了。虽然你们的价值远远不及我的槐木桌子，但是我还是要一视同仁，给你们刷上一层溜光水滑的漆。现在桌子也弄好了，但是它看起来还是像旧木。我感觉它应该不是桌子的问题，它应该是这个围栏的问题，所以我又对这个围栏下手了。我觉得中间再弄几根秤子会好看一点，所以我决定在这个围栏上多弄几根秤子，量好合适的尺寸就可以钉上了。果然是围栏的问题，这钉上了之后感觉好看好多呀。
我觉得我要在画龙点睛一下，就是把围栏的颜色也刷成和桌子一样的。由于漆比较少了，所以我兑了一点水，这个颜色看起来没那么深，但是依旧不妨碍它确实比之前变得好看了一点。BBQ 了，就算兑了一点水还是不够用，我决定先把门头这一块先刷好吧。看来又要重新再买一桶了，本不富裕的我又雪上加霜了。现在看起来是不是比之前好多了？再摆上一盆绿植，完美，来个变身吧。今天我们准备把这个假山给堆一下，这些石头都是一点一点的在路边捡的。我们是第一次堆假山，也不知道怎么堆，就是凭感觉堆的，感觉牢固就行，只要不掉下来就行。先堆了这个形状，感觉地基有点不稳，所以又扒掉重新弄了一下，要把地基打得牢固一点。用这一堆没有造型的石头能堆出假山，我感觉这个是比较考验人的，但是没办法，为了省钱嘛，网上卖的那种石头也太贵了，堆一个假山估计都要1个 W 了。我三叔又赞助了一块比较好看的石头，果然这个两色的石头放上去就好看多了。假山后面也要堆得牢固一点，假山前面也用鹅卵石围一圈，总感觉这个假山堆的有点不太好看，所以我和小鱼刚刚又去捡了2块石头，看重新弄一下会不会好看一点。现在的这个造型是比刚刚要好看多了，但还是觉得少了点什么。假山上面应该再弄点小配件会好看。结果收到货之后，我真的是很想笑呀！这在我的假山面前也太渺小了吧！脑子是个好东西，可是我没有，我都没想过要看下尺寸。没办法了，只能硬着头皮装了。别说它就是有点小，不过还真的挺好看的。小鱼在石头上打个洞，等下好把树插进去。再挂上2棵比较喜阴的植物，因为这是北面，阳光比较少，这个假山就堆好了。近看这些小摆件是不是很好看？但是不能远看，远看的话你要带上8倍镜，要不然你很难发现呀。这样的假山你觉得好？今天准备在院子里做一个小花池，位置就选在了我住的这间屋子窗下的位置，这样等以后花开的时候，推开屋里的窗户就能闻到真正的花香。我喜欢的爬藤月季肯定是少不了，很喜欢那一种花朵爬满整面墙的感觉，远远看去一墙的鲜花特别的漂亮。我很喜欢蔷薇花，所以种了2颗蔷薇，还有1颗甜梦。先把所有的花全部都摆上，看起来位置合适的话就可以摘了。这2颗茶花都已经开花了，2颗海棠也快开了，这4颗是耐寒的植物，就种在了靠墙的位置。我固定爬藤月季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就是在墙上打上钉子，然后再用铁丝固定。我看好多人都用那种绿色的网格固定，其实我家也有，只是这一种网格的话，我感觉和我们的房子有点不太搭配，所以就用钉子固定的。这是我最喜欢的玫瑰花，我买了有3盆，2盆红色的，1盆粉色的。把所有的花都种上，我就开始用之前的旧瓦片开始做造型了，就很简单的用瓦片做了一个圆弧的造型。剩余空白的部分就找出了之前在网上买的这种野花种子，这个种子我买回来有1-2个月了，就一直在那边放着，今天终于能用上了。又撒了点草籽，双管齐下，争取把这个花池长得满满当当的。然后再弄一些比较细的土撒在上面，只撒薄薄的1层就行，只需要盖住那些草籽和种子。撒好了之后就可以浇水了，这个浇水的方式就只能用这一种喷洒的方式，因为如果你要用水直接泼的话，这样的话就是草籽和种子就会被冲走了，还有这些花都比较娇嫩，只能用这一种喷洒的方式慢慢的去给它浇水。这个花池就做好了，我现在是非常期待夏天的到来，那样的话我的院子里面就遍处开满花了。前2天我二姨送过来2盆南天竹，今天准备把它栽在假山旁边，看了一下位置，感觉栽在后面不太好看，所以就把它挪在了前面。这种南天竹会随着四季的变化而变换颜色，而且还会结出那一种红色的小果实，但是不能吃的哦。把之前买的2颗海棠花也种上，
海棠花一共买了4盆，3盆都已经开花了，还有1盆上面也没有开花，也没有花骨朵，不知道是不是 BBQ 了。前几天在空地上浇了水，今天能在这地上走了，所以就准备把草籽也种一下。如果不把地提前浇透的话，这个地应该是很难好的。刚开始用的铁锹感觉有点不太好用，会用的钉耙。忘记这里有一根管子了，所以把管子给弄烂了，幸亏只烂了1个小孔，要不就又要返工更换管子了。把地全部都翻过一遍后，用铁耙子搂一下，然后再把草籽全部都撒上。撒上草籽后，再用铁耙子把草籽给翻下去，然后再用脚把地踩实。全部都搞定了，就可以浇水了。第一次浇水一定要浇得透透的，种上后的第1个星期都要天天浇水。我前几天在花池里种的那些草籽都已经发芽长出来了，希望今天种的这些草籽也都要更好的长出来呀。水浇好了，现在就等待它们慢慢的生长发芽。今天我又准备收拾这个亭子了。上一次的话，有朋友说挂点帘子会好看一点，然后我就在网上买了这一种芦苇帘。我们先挂3面还是挂4面？先挂3面吧。好，开始吧。把这个也抬了吧。哎呦，这个也怪沉的。有宝问你拿个尺子量一下，看这个得需要多长？1.2米。这32买的。让绳头记住，它都得3几根，不3几根的绳头都记住。生命就是在于折腾，我又对我这个亭子下手了。这个帘子挂了，你们又说太丑了，不伦不类的，所以我感觉应该是我挂的太多了，我要去掉几个。把这中间的全部都去掉。然后再把帘子这2边的话弄成这样的，想放的时候可以放下来，不想放的话直接就放在上面。既然你们都说这个移动地锅在这里显得不伦不类的，今天就把它给抬下去。只是我太低估了这个重量了，真的是太沉了，简直就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呀！把之前做的这个茶桌也搬回来。这几天在外面风吹雨打的，所以用抹布再擦干净。再把这套茶具给搬回来，2盆花也摆放到合适的位置，这样是不是就好看一点了？俗话说听人劝吃饱饭，我还是把它作为茶室，不会再乱改造了。大家感觉这次的改造会不会好看一点呢？让你拿个快递，你哪有买那样花？这不是我看见卖郁金香的怪好看，然后我又看见卖绣球的怪便宜，万还有2颗的，给我搬回来了。这2颗可是我买的牡丹，看都快开花了。先搁这吧。我发现个问题啊。我种哪地儿呀？得种个有阳光的地方。这都夕阳，要种这点吧。这个地方向西还有阳光。行。你要是草浇一浇。好。你看这边草长的真是也太旺了。我才捡了这一点儿，就捡了这么多的草。我有个想法，我感觉到咱养一个羊比较合适。可以。还管吃草，过年时候还能撒着吃。可以。你个都记住了，我的郁金香，漂亮吧？可是啊，我没有那么多钱。我要有钱的话，我就要做一个郁金香的花海，就是种一片郁金香。这一盆都要4、5，也太贵了。看我买的这个，这一颗的话是25块钱，之前咱问是45，现在是25。
家第2个花池也完工了。昨天买花回来，天都已经晚了，所以今天才栽上。老规矩，还是先摆出造型再种。这2种感觉都太难看了，果断 pass。再换一个。我感觉我现在都有点审美疲劳了，所以让小鱼摆放一下试试看。他这个摆法和我第1次摆的差不多，但是比我第1次的好看。就这样吧。先把这2颗牡丹给摘上。这2颗牡丹土球特别的大，一颗差不多有40-50斤重。把这2颗绣球也摘上。这2颗绣球花开的可真漂亮。把郁金香全部都种到一堆，虽然不能拥有一片大的郁金香花海，但是能拥有一片小的，我也知足了。把铲下来的草皮也盖上去，这样的话不会显得特别的空旷，好看一点。这一次我选择用木头做栅栏，上一次我感觉用瓦片做的有点不是特别好看，正好之前家里剩余的木头也多，所以就用木头做一个栅栏。把立柱2头都削尖，然后一头的话插进泥土里，再拿一根木头当横梁，用气钉枪连接起来。这种做法是非常简单的，而且很快一个栅栏就做好了。大家看一下，是这一种好看一点呢，还是之前用废旧瓦片做的好看一点呢？第2个花池也做好了，里面的郁金香也真的是太美了。当立柱，把头给削尖，等下好垂进去。把4根立柱都垂进去后，再找来2根木头当横梁，这样把它整个都连接起来更结实一点。小鱼用之前的废旧木板再做一个门，找来了2个旧荷叶，先把小门给装上。我家的小羊在当小监工，在这看着小鱼干活。这个门就做好了，把之前的旧铁丝网给找出来，用铁丝固定在立柱上。固定好了之后，再把多余的给剪掉。小鱼担心这个门洞小羊可能会跑出来，所以在这边又加固了4根木头。这个羊圈相当于就做好了一半，明天去采购点材料，过2天再给它搭一个棚子就做好了。没给羊做一个木屋子，找过来了一堆旧木头。先把这一堆旧木头切割成都能用的。接下来就是用气钉枪各种钉。先把大概的轮廓钉出来。然后再给小羊钉上木地板，省得它晚上睡觉会着凉。把顶上的也给它钉上，钉成一个小木屋。再把多出来的部分给切割掉。在顶上再盖2层的塑料布，省得下雨的时候会漏雨。再在上面盖一层之前买的那个芦苇帘子，用气钉枪给钉上，只能钉2边的位置，因为要是钉中间的话，怕它漏雨。再把长出来的部分给剪掉。这个属于我家咩咩的木屋子，大概的话就做好了。小鱼说今天太晚了，明天再装饰一下细节就行了。不过我看起来现在也挺好看的。今天于总继续收拾这个小木屋子，给他儿子做的，用心的很哎。为啥说他是给他儿子做的呢？因为他对这个羊也太上心了。前2天羊不是刚来我家一直叫嘛，我说他再叫唤的话，我就立马做烤全羊。这小鱼可不愿意了，立马找来兽医看看羊为什么叫。刚开始我们是以为他想他妈妈，刚离开他妈妈，所以一直
叫。后来被邻村的这个兽医大爷给看过才知道，原来是小羊的肚子疼。因为我们第一次养羊也不知道，原来羊是不能喝凉水的，就算是喝凉水也要喝烧开的凉水。现在才知道，原来什么动物都不是好养的。还有就是我们给羊也换了位置。为什么换位置呢？因为之前养羊的这个地方，养一只羊的话也太浪费了，而且这个地方还特别的热，羊到夏天的话也是特别怕热的，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另外一个角落。不要担心这个角落晒不到太阳，因为我们已经测过了，这个角落的话每天会有3到4个小时是能够晒到太阳的。早上的时候这边是太阳最好的时候，下午中午热的时候这边就没太阳了，刚好适合小羊在里面。对这个小羊小鱼也是煞费苦心呀。新的羊圈做好了，小鱼也把小羊牵过来了，希望小羊喜欢小鱼给他做的这个木房子吧。这里实在是太暖和了，不仅咱们怕热，草坪也怕热呀，所以先给他理个发。这一剪不要紧，结果就剪了1天、2天、3天。到了第4天，我终于收了一个割草机。昨天已经充了1夜的电，今天就在睡。这割草机割出来的确实比我剪出来的好看多了，而且割的又那么平整。早知道割草机这么好用，早知道我们这边卖的油，我也不用苦哈哈的用剪子剪了3天。鬼知道我这3天经历了什么，手上磨了无数个泡。我无疑绝对是一个大冤种。在这个机械横行的时代，我妄想用人工去代替机械，这不纯大聪明吗？唉，废话不多说了，让你们看一下剪之前和剪之后的对比吧。纏住吻住春風吹住我嗎？纏住吻住鬱金香是你嗎？纏住吻住春風吹住我嗎？纏住吻住鬱金香是你嗎？纏住吻住詩畫歌頌愛嗎？一堆舊鋼管，一個電焊機，再加一個免費的老公，我就要開始做了。這一堆舊鋼管沒花錢，是因為我小姨家之前是賣電動3輪車的。之前呢，電動3輪車能夠裝棚子，現在管得嚴不讓裝了，所以家裡面有這一堆舊鋼管，閒着也是閒着，所以我就拿過來徵用了。我三叔家呢，剛好也有個電焊機，也被我拿過來徵用了。還有小魚之前搞過電焊，所以又被我拿過來徵用了。咱就是說天時地利人和3大要素全占了，這次指定能成。這個拱門就固定在了這個小橋旁邊，找4個稍微比這細1號的鋼管垂在地底下，再把剛剛焊好的架子給套在上面，量好合適的寬度，切割幾個橫撐焊在上面。總共是加了6個橫撐，一邊2個，頂上的話又加了2個。焊好了之後，又找來之前的舊鐵絲網，剪好合適的尺寸，再用鐵絲給綁在上面。綁好之後，這個拱門架子就做好了。朋友們，有沒有好的建議？哪個品種的爬藤適合做拱門呢？歡迎大家在評論區裡留言哦。今天準備再做一個拱門，之前已經做好一個拱門了。評論區有朋友說做一個拱門太少了，所以我決定做3個。有了第一次的經驗，這一次做起來就更簡單了。這第2個做完又沒有鋼管了，明天又要去廢品站再淘一點鋼管用。自從收拾老房子以來，我特別喜歡去廢品站、舊物市場還有舊木市場，總感覺自己能夠淘到好東西。說白了還是一個字，窮，買不起新的，只能捯饬舊的了。第2個拱門也做好了，我準備把第1個拱門的花先種上。我買的這2棵爬藤掛的牌子是黃金慶典，但是我感覺不像，有一點像夏洛特夫人，但是也不是。有沒有比較了解的花友能幫我看一下我這2盆到底是什麼品種？我昨天發的那個視頻，我說我花了500塊錢買了將近50盆花，大家好多都不信，但是我確實我就只花了500塊錢，因為我們這邊花卉基地比較多，花卉市場也比較多，所以花比較便宜。你像這2棵爬藤1顆才18塊錢，像那一種棒棒糖還有樹樁，我買的基本都是20塊錢1顆。那一種灌木的月季還有切花都是20塊錢3盆的，就是你們來買也都是這個價錢，都是一樣的，確確實實就是這麼便宜。花友們是不是很羨慕我們這邊的價格呀？牽引好這2棵爬藤月季，天也快黑了，明天再繼續摘花吧。自從改造老房子以來，我最喜歡去的地方就是舊物市場。今天剛好路過舊物市場，看到這裡有一個大鐵門不錯，正好我家後院還缺一個門，
问了一下价格，到最后以500元成交，大爷给送货上门。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我家后院在哪里，我家后院就在我家房子后面，大概有5、6分地。这个过道呢，就是我家后院的门口。我们准备今天把门安装在这里。首先呢，先把这边的杂草给清除一下，然后小鱼在水泥地上先切上2个正方形，等下把门的立柱给放进去。先把2个柱子给放进去，然后在墙上打上膨胀钉，再用钢筋给焊接起来。一边先弄上2个钢筋棍，先把这支撑起来，把大门给放上去。哦吼！不出意外的又翻车了一次，没想到这个门给关不上，还要再重新给弄下了。刚才费老劲焊的钢筋，现在又要给切割掉了。主要当时没有测量好，上面的钢筋太短了，我们要切掉，然后再搭上1根，重新给接一下。看小鱼在这放烟花，放的美不美？一顿火花带闪电的。今天只能先弄成这个样子了，天已经黑了。明天再继续吧，家人们，咱就是说我今天又淘到宝了呀！我花了180块钱买了一个8年苗龄的自由精神，而且是3棵种在一起的花瓶造型。由于前一天晚上我已经订好了，但是我害怕明天的话，万一有人出高价，老板再卖给别人，所以我早上5点钟就去了。还好老板给送货，我又花了70块钱买了一个比较大的龙缸盆用来种它。这个大家伙真的是又沉又重的。2个人费了老劲才把它抬起来，结果过门口的时候呢，却又限高了。我的门口本来是2米多高的，但是这个花瓶它已经有3米多高了，所以只能斜着过了。把老板的鞋都累掉了，总算抬过来了。把龙缸里先倒一点土，老板还亲自帮我们种花，这服务真的是没得说。如果要让我和小鱼2个人种，我真的是抬不动，太沉了。今天也买了一大袋子肥料，这一大袋子肥料才花了10块钱。家人们能看出这是什么肥料吗？估计现在你们心里已经有了答案，对，你们猜的没错，就是羊屎蛋。这个肥料可比其他的什么肥料都要好呀。老板还帮我们把上面多余的无纺布给去掉，因为下面的都已经给沤糟了，所以下面的就不用去了。种好了之后浇水一定要浇得透透的，可能是我们种的有点太高了，一浇水羊屎蛋子全部都跑出来了。不过老板说没关系，因为后期经常浇水的话肯定会下沉一点的，所以必须要种得高一点。这棵超大的花瓶就种好了，高度的话快要跟我们的房子差不多了，好期待它开满花的样子呀。好了，我要去给老板结账了，被这个后门改造给耽搁了，特别开心。还有粉丝宝宝们还惦记着我这个后门改造。首先和点水泥，先把这个柱子给浇灌上。大黄又来找我玩了，他特别喜欢我摸摸他。去年有看过我视频的朋友们，是不是觉得大黄比去年壮了不少？2个柱子都浇灌好了之后，就开始垒这个墙垛了。这个墙垛我没有垒得特别高，大概有60、70公分的一个高度。上面的话准备用钢筋给焊一下。这2个墙垛垒完，天也就黑了，只能明天再干了。今天早上特意起了一个大早，5点多钟就起床了，争取今天把这个门给改造好。还是先和点水泥，把这个墙垛先用水泥给粉一下。另外这一个就先焊钢筋，因为旁边这个墙垛我也要粉一下。之前上面焊的这一根实在是太丑了，所以给切割掉，再重新焊一下，就焊成这样的一个秤子。回头在这边再种上2棵爬藤月季，做一个花墙拱门，这样的话会更好看一点。粉墙这个活的话只有我来干，因为小鱼不会，所以他就在这里帮我打着伞。因为今天中午实在是太热了，太阳很大。粉完这一块我们就要去弄点饭吃了。今天早饭还没吃，一直干到了中午12点多，真的是快饿晕了。吃好饭，下午继续焊这边的钢筋，焊好之后用砂纸打磨一下，等下准备刷漆。10块钱买了一桶漆，黑色的，等下刷在钢筋上面。又买了一瓶这个什么水，掺在漆里面用的，但是我叫不上来名字，这个是什么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刷漆了，还是刷过漆之后的比较好看，看起来和这个门更配一点。等下用剩余的漆把这个大门也重新给刷一下。500块钱买了这个门，真的确实挺划算的。我问了一下新的，大概要2、3千。这我重新又整了一下，看起来和新的也差不多呢。大家感觉这次后门改造的怎么？首先把这里的杂物全部都清理出去，隔墙扔进了我家的后院，把当时做的这个围栏也给拆掉吧。当时本来这个地方想养羊来着，不过现在我一天好像也没什么用了，就搬走吧。哎，这个大缸种点什么东西好呢？先分一边吧。之前给这块地方买的防烟瓦还没来得及装呢，现在又要打着我的秘密花园，好像不太配了，就先放一边吧。这墙上的石灰都快掉一大半了。
还是全部都铲掉吧。当时我真的是偷工减料啊，这面墙还差这一点，我居然都没有弄完。还是披上腻子吧，之前剩的这半袋子腻子粉总算派上用场了，要不然时间长了潮了就不能用了。不出意外的话，我今天又是大功了。小鱼啊，就只能给我打下手了。毕竟这么需要技术的活，还是需要有技术的人来干。这面墙呢，没有用水泥打底，所以要弄个2、3遍。为什么不用水泥打底呢？我就喜欢这种艺术的感觉。其实是水泥和沙子不多了，我要省着点用。把这面墙也浅浅的给劈一下吧，劈到这个3、8线的位置，这样看起来色调也比较统一一点。这个地方我刚刚用手指头随便拧了一下，勾个缝，感觉还不错。咱们就套袋开始裱花吧。为了怕发生事故现场，我决定再套上一层。拿着我的小剪刀，稍微剪一个小口，开始了挤奶油模式。这怎么有点慢呢？一定是我姿势不对，再换一个。还是挤着好困难呀，换个地方试试。哎呦我的天哪，这算了，我还是直接上手吧。还是直接上手比较适合我这样粗犷的人呀。抹着抹着，这天突然就黑了，也不知道提前给我报备一下。哎，算了，今天就干到这里吧，收工。本来这面墙呢也是想着用勾缝的，结果这个缝好像勾不了。这个墙的话是后来才建的，用水泥用的比较多，也没有留这个缝，所以还是全部都披上腻子了。这面墙的话，如果全披上腻子的话，我的腻子粉就不够了，所以又花了50块钱买了一袋子腻子粉。因为没有用水泥打底，所以比较费腻子。没有用水泥打底，直接用腻子，反而感觉更好看一点。这样的话能凸显出这个纹砖的轮廓，感觉更有氛围感一些。就是有点，说明我太丑了。最近这几天呀，天气实在是太反常了，这一会儿又冷了，所以我又把棉袄给穿上了。这面墙终于粉完了，粉完之后就是这个效果，干了之后会更白一点。现在我开始勾这面墙的缝了。昨天勾那个缝了啊，真的是太费手指头了，所以今天我又找了一个小刷子来代替我的手指头，要不然整面墙弄下来，我的手指头估计也不能要了。该说不说的，往这一坐，哎，还感觉真有点画家的味道了。只不过刚开始弄，结果又下雨了，这几天老是下雨。第二天雨晴了，我继续开始弄这面墙。这几天天天有雨，一天呢就只能干一点活，下雨的时间太多了。今天无论怎么样，也要把这面墙全部给弄好。高度的话，我就弄得和围墙一样的高度，上面的话太高了，也不打算弄了。干着干着又开始下小雨了，我在这边紧急收尾，小鱼在这边把地全部都平一下，把里面的砖头、石子全部都捡出来。明天呢，准备用红砖在这里做一个圆形的地台。今天不负所望，冒着些小雨就把这面墙全部都给弄完了。很多花园造景好像都有这一种圆形地台，今天我也要做一个，中间插上一根铁棍，绑上绳子，再画出圆形，这样画圆的方式是不是特别简单呢？再拿出锤子，小鱼拿大锤，我拿小锤，把这片地全部都夯实，然后再把底下添上水泥和沙子，水泥和沙子1比3的比例，稍微加一点点水，找一个小木棍摊开就可以铺砖了。今天由我来铺砖，小鱼说他不会铺这个花型的砖，所以他就只能给我打下手了。哎，技术活还是得由我来干。铺好砖后，把上面扫一下，就开始填这个水泥了。填这个水泥就比较费时间了，我从下午5点多钟一下子弄到了9点多钟。填好水泥晾上1天，就可以做下一步工序了。把这些缝上全部都填上腻子。如果要是有白水泥填这个缝的话会更好，但是我们这边买不到白水泥，只能用荔枝粉代替了。但是这个荔枝粉它不耐脏，回头还要在上面刷上一层清漆。小鱼也给自己找了点活干，把这些墙头也全部都刷成白色的，这样颜色更统一一点，看起来也就更好看一些。用了一下午，把这些缝全部也都给填好了。小鱼把这些边边角角的也全部都刷成白色的。刷好之后，这个颜色看起来是不是更统一一些呢？先晾上个1天，干了之后把上面的灰尘给吹一下。之前用剩下的清漆变成果冻了，拿出前2天买油漆时买的那个双氧水给搅拌一下，居然还真的给搅拌开了，看来又省钱了，要不然的话还要重新去买。做这个地台相当于是没花钱，水泥和砖头都是之前建房的时候剩下的，沙子也用的我3叔家之前建房子剩下的，荔枝粉是我前几天买的用剩下的，清漆也是之前做那个茶桌时剩下的，人工我自己做的也不花钱，相当于这个地台是没花钱。那么我800块钱改造秘密花园的，只需要3根木头就能做一个爬墙拱门。这些旧木头是在后院放着，准备当烧火棍的，被我老公稍微打磨一下，刷上一层木蜡油，就变成了一个崭新的样子。
原本我们还是想着用钢管做这个爬藤架的，可是我们这边因为口罩的原因，很多地方都不开门了，所以买不到。但是呢，又不能耽误这个工期，所以呢，我们就利用家里仅剩的材料制作吧。刷上这个莫拉油后，前后差别还真的是蛮大的。我这次要重点夸奖一下我用的这款水性莫拉油，不仅没有什么味道，而且它还能够渗透到木材内部，起到一个养护的作用。看过我往期视频的朋友们应该知道，我一直用的都是这款莫拉油。我家的葡萄架、茶桌还有围栏用的都是这一款莫拉油。我用的是黄花梨色的，我真的是太喜欢这个颜色了，因为它很适合我小院的整体风格。刷好之后，在这边晾晒个2-3个小时。趁这个空隙，我们先挖好坑，等下好直接埋柱子。做一个拱门呢又太单调，所以我准备做4个拱门，宽度我预留的是1.6米。等莫拉油干了之后，把所有的力度都切成一样的高度，下面就开始埋柱子了。先套上一个袋子，然后用水泥给浇筑一下。这样的做法呢，是为了增加它的使用寿命。再用2块砖头给支撑一下，这个柱子就埋好了。其他的柱子也按照刚刚的方法，也全部都给一一埋好。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每摘一根柱子都要量好距离。所有的柱子都摘好了之后，要晾上个2天，确保水泥干透了之后才能进入下一步。水泥干透之后，就可以用头把柱子封起来了。再拿一根木头当横梁，量好合适的尺寸。我量的尺寸是每边多出来20公分，然后再把多余的给切割掉。小鱼在他的工具房里找出了一些长钉来固定这个架子，用这一种长钉固定简直是刚刚好。我和小鱼也测试了一下，还挺牢固的。这个钉钉子的过程就比较快了，不一会儿的话，这4个爬藤架全部都给弄好了。下面就请大家欣赏一下最终的效果吧。纏住吻住春風吹住我嗎？纏住吻住鬱金香是你嗎？纏住吻住笑話歌頌愛。就是这样的，这面墙呢，之前我们掏了一个窗户，但是非常的丑，所以呢，我又想找个东西遮挡一下，于是我就开始迷着这个价格也香啊，一捆10根才20块钱，我买了3捆，最终以50块钱成交。这个板子的宽度有点太宽了，从中间拉一刀比较合适。当时我内心的想法是，从中间拉一刀30根，这要拉到什么时候？没想到小鱼心里早就有了主意。只见他在床板上先切一条缝，然后呢再把床给放倒，把锯片呢从底下卡进这个缝里，再用螺丝把切割机固定在床板上，这样一个锯台就做好了。小鱼先测试一下，他这个姿势真的像打台球一样。小鱼说，为了防止这个木板跑偏，所以要打上几个螺丝。不得不说，有的时候小鱼真的蛮聪明的，这样效率就快多了。不一会儿的功夫，全部都给切割好了。这一整根长度的话是2.2米的，因为宽度不需要这么宽，所以从中间截开，下面就开始钉这个网格架了。先钉一个长方形的，然后再把那些短一点的当斜撑。这种摆法要一层一层的摆，摆完第1层之后，摆第2层的时候就可以用钉子固定了。自己做的这个确实省钱，宽1米、长2.2米的只需要6根就够了。我50块钱买了30根，算下来的话，我只花了10块钱就做了一个这样的木网格。看了一下网上的价格，像这种尺寸的，最便宜的也要70-80，贵的都要100多了。网格钉好之后，再刷上1层莫拉油，还是上个视频刷的那瓶莫拉油。这个莫拉油真的是超级耐用。之前刷了1张桌子，前几天又刷了10几根木头，还剩余一半。看过我往期视频的朋友们应该知道，我只要是关于木头翻新的，我都会用这款莫拉油，因为真的是特别好用，不仅防雨防晒，刷出来的颜色也特别好看。如果你家里面有老家具，想要去翻新改造一下，或者家里面铺的有防腐木的，真的要备上一瓶。全部都刷好之后，在这边晾上个2-3个小时，干了之后就能拿过来安装了。这个颜色和我的整体风格也很搭配。小鱼用的是气钉枪，直接钉在墙上的。这个网格这里后期我准备种上一棵爬藤月季，上面再挂一些垂钓的植物，这样就能把我这个丑陋的窗户给遮盖住了。今天的花费50元，虽然这个木网格只用了6根，花费了10元，这样的爬藤一棵居然要20块钱。今天继续打造我的秘密花园，几天没有更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念我的秘密花园呀？本来呢是想着先铺路的，可是呢这些花已经买了有半个多月了，我担心如果我这些花再不种会不会 BBQ， 所以呢今天就先种花吧。这个圆形地台旁边的这个爬藤架上呢就种上2棵风车茉莉，因为这个风车茉莉是比较香的。后面呢在这个圆形地台再弄上一套桌椅，在这喝茶赏花的时候，这个香味呢就是扑面而来的。还有就是我买的这些爬藤为什么这个价格这么便宜呢？是因为前段时间我们这个地方不是因为口罩的原因，所以很多地方通知暂停营业。我们在通知的前一天，别人都在抢菜抢米抢面的时候，我们呢去了花卉市场，我和朋友一个人囤了1车花回来，因为这些花苞马上就要开了，可能
能等开门的时候，这些花都已经谢了，到时候就卖不上好价格了。所以这个老板就以进价处理给我们。像这些爬藤，他们平常都是卖20、25还有35的，现在全部都处理20块钱一颗。这颗大红色的是蒂娜，颜色特别的漂亮。这颗是胭脂扣，胭脂扣的话种在了第2排的位置。虽然这2颗胭脂扣苗不咋高，但是苗挺壮的。第3排种的是2颗粉龙，粉龙只开1季花，不知道今年我还能不能欣赏到它的美了，只能以后给它多施肥，看它能不能秋天给我开点花看呢。这一颗的话我就比较喜欢了，这一颗是伊蕾莎斯特，它和抓破美人脸这个花型很像，只不过抓破美人脸是偏粉一点，它是偏紫一点，都是那一种花瓣带条纹的。这颗月季呢是朋友送的，它是双色的，一边是自由精神，一边是坦尼克。坦尼克的话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白梅，这2个颜色的搭配也是挺小仙女的。今天天已经黑了，就种到这里吧，明天再继续种。这是个爬藤架上，首位的是佛罗伦蒂娜，排在第2位的是胭脂扣，第3位的话是粉色龙沙宝石，第4位的话是风车茉莉。我已经开始期待他们明年的样子。今天的花费9个，挑战花费800元，打造迷你花园，从开工到现在已经有半个月了。今天的任务呢，还是继续栽花。这个墙角的位置呢，也种上一颗蒂娜。可能我真的是上了年纪了，就喜欢这一种大红的。这边种上一颗，这边呢也种上一颗蒂娜，让它们长成一个拱门的样子，拍照的时候肯定特别好看。我真的是超级爱这个蒂娜，因为我的花园里已经种了4棵，它不仅耐晒，而且颜色也特别好看，国际红的一个颜色。在另外一边呢，种上一颗粉达，粉达的话就种在了伊蕾莎斯特的旁边，中间空的这个地方再种上3颗灌木。后边这2颗是我的心，前面这一颗是珍珠。我打算把这个角落呢都种成粉色系的，像伊蕾莎斯特、粉色达芬奇、自由精神、我的心，还有珍珠，基本都是偏粉色系的。这样呢颜色就比较统一一点，看起来不会那么乱。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这个是什么？这个呢是佛家草，我准备用来做地被的。撒草籽做地被，我真的是怕了，那种草真的能长1米高，而且也不好看。所以呢，这次就用了黄金佛家草。黄金佛家草的繁殖呢特别简单，就是这样剪了之后呢，直接撒在地上，这样呢过不了多长时间，它就会繁殖一大片。今天的花费呢是70元，预算还剩余400。今天开始打造我的绣球区域，不知道你们买的绣球都是什么价位的呢？反正我总共买了8颗，是100块钱，也不知道是贵不贵啊。绣球呢，我就准备种在这个角落里，先把这个蒂娜用鹅卵石围一圈，把它们区分开，然后呢就开始弄绣球的土啦。有粉丝宝宝说我没有改良土壤，因为我买的东西还没到菌剂，可以直接拌土使用的。它是属于一种菌肥，不仅能够预防土壤板结，还能够生根、养根、壮根，还可以给土壤增加2亿有效活菌素和丰富的有机质。开始种绣球了。我的这个绣球呢，也不是什么好的品种，就是无尽夏。虽然它这个品种不是特别好的，但是它能够在室外过冬，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一种。因为我们河南这个地方冬天还是蛮冷的，只能选择这一种耐寒的。后期呢，我准备把这一片绣球全部都调成蓝色的。花友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呀？这个是怎么调蓝的呀？这一片绣球区域的土我给垫高了，因为后期我要用防腐木在这边做一个栅栏。说到买这个防腐木，我的钱包就在瑟瑟发抖。今天又花掉了100，现在预算还有350元，再买防腐木肯定是不够呀。朋友们帮我出个主意吧，我给小鱼保证的是，我只花800元，这下我感觉我要花2个800了，这可怎么办呀？这是昨天绣球刚种好的样子，这是今天的样子。因为今天上午有事，所以早上7点多钟就走了，想着中午就能回来了，到时候再给绣球遮阳。令我没有想到的，今天居然气温高到了36度，紧赶慢赶的回来，到家也快12点了。结果我的绣球又变成了这个样子，就先简单的用这个帘子先遮下太阳吧。到了下午呢，我就要把这些花全部都给剪掉了。唯一心疼的就是这些花我还没有欣赏几天，就又被剪成秃子了。把这2颗绣球也挪下地方，这个地方太晒了。朋友们，接下来呢，就请欣赏我的迷惑行为。昨天呢，我发的那个视频，你们说太密，因为呢，我这个视频呢都是前几天拍好，所以在昨天听取了你们的建议之前呢，其实我已经把挪过来那2颗也塞了进去。这下好了，种得更密了。明天呢，把里面的那颗蒂娜挪出来，再把绣球给分散开。花友们，我想要种成那一种花挨花的感觉，你们说间隔多少米合适呢？昨天把绣球区域收拾好了之后呢，所以决定自己做一个。我用的这个防腐木的尺寸呢是10厚1厘米，宽8.5厘米，长4米的。
像这个规格的防腐木呢，在建材市场买的是11块钱一根。我准备做一个长度2米的木栅栏，只需要2根就够了。我裁的这个长度呢是20厘米的11根，30厘米的8根，40厘米的4根，然后再找一个圆形的模具，在上面画出半圆的形状。全部都画好了之后呢，就用曲线锯把上面画的这个形状给切割出来。切割后呢，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准备刷漆了。刷这个木蜡油呢，一是为了美观一点，二是为了延长我们的使用期限，因为它能渗透到木材的内部，起到一个养护的作用。看一下对比，是不是刷之后颜色更好看一点呢？把所有的木板都刷完之后，在这边先晾干。干了之后呢，把那4根40厘米的下方切割成尖角的，等下好直接插在地上。然后就开始进行下一步。现在这个天气外面实在是太热了，所以只好到屋里面来干活。等下呢，就需要用这种钉在上面钉上2条铁丝。具体操作呢，就是用这个钉子卡住铁丝。铁丝的话，一定要上下钉2条，要不然一条的话不太牢固。网上那个118厘米的还卖79块钱呢，我估计我这个2米的不得卖个100多。小鱼呢2根都没用完，差不多也就是20块钱，就给我复刻了一个木栅栏。做好之后呢，小鱼就迫不及待的去装上了。此时此刻的他特别有成就感，感觉又解锁了一项新技能。先用木头锤几个孔，等下好直接安进去。我测量的尺寸呢也挺准确的，安进去刚刚好，不大不小的。朋友们，你们觉得小鱼这次做的这个木栅栏怎么样？教会大家如何做一个结实而又漂亮的花箱。事情是这样的，我的绿荫花园呢有一个下水道的排水口，很显然这个水泥盖就真的是特别的丑，所以呢我就让小鱼给我做一个花箱遮盖一下。我做的这个花箱呢是长1.3米，宽52厘米的。先摆好6根宽木板做花箱的底，然后开始钉龙骨。这个地方需要注意的是，龙骨的4个边要留出一个木板的厚度。先用气钉枪把龙骨给固定好，然后呢就开始铺刚刚切割好的木板，用手电钻打上螺丝固定木板，再切3根龙骨钉在花箱的底部，防止花箱积水。这样呢，花箱的底部就做好了。现在开始切割花箱侧边的木板，侧边的那个木板我切割的是50厘米。切割好了之后呢，用圆形模具在上面画上半圆，然后呢再用曲线锯把这个圆形弧度给切割出来。也可以做成尖角的，但是我觉得半圆的会更安全一些。现在开始钉侧边的木板，先用气钉枪临时固定下，等下的话还要用螺丝钉固定，因为那样的话会更结实一点。现在花箱的大概形状已经出来了，我们呢再切割4根龙骨做侧板上方的支撑。4根龙骨切割好后，先用气钉枪固定一下，然后找到合适的位置，先简单固定在花箱上。下面就开始用螺丝钉固定了，先用笔画出记号，让钉子都保持在同一条线上，然后就开始打钉子固定了。一根侧板上下一定要打4根钉子，这样的话比较结实一点，而且钉子都在一条线上，这样看起来也比较整齐美观一些。钉子都打好了之后，这个花箱就算完成了2/3，因为还要再刷上一层。今天呢，我一起床就开始打磨花箱，加上木蜡油，这打磨之后确实光滑了好多，看着也顺眼了。打磨好之后呢，咱们就刷上木蜡油。这款木蜡油隔3差5的总能用得到它。像这个黄花绿颜色的，我就用了好几瓶。不过说实话，确实好用。只要我有关于木头的翻新，它可是我的必备神器。为了能延长花箱的使用寿命呢，所以我里外全部都刷上了木蜡油，包括底部的木板也不放过。蜡油刷好了，现在这边晾上一会儿，我和小鱼要去办一件大事，是我们新买的防腐木到了，又买了5款各种尺寸的防腐木，我们会持续更新防腐木的各种用。当然，刷的木油也干了，可以种花了。因为这个花箱下面呢是个下水道的排水口，如果下大雨有积水的话，要把那个盖子给拿掉的，所以呢就不能用纯木，因为纯木的话太重了。我们主要用的是锯末，然后再稍微掺盐土，这样呢不仅老实，而且也没有那么沉。还有呢，就是我这个花箱没有铺防水布的，因为防水布的话不透气，不透气的话就特别容易闷根。这个花箱呢，我准备种上2颗蓝色英语，做一个花柱。我的这只小柯基特别的粘人，一直跟着我，才接触了一会儿就这么粘我，可能这就是我们的缘分吧。再种上2颗玛格丽特，这2颗玛格丽特买的时候是有花的，我给修剪掉了，因为我想让它的花开成爆满的那种效果，所以呢，我又给它们撒了点缓释肥。记得有句话说得好，养花不施肥，一想糊弄谁。你们也不要辜负我哦，要快快长大，开花给我看。这就是花箱最终的样子了，大家觉得好看吗？小鱼一边收受不了，一边又默默的做，先把2个窗户的龙骨斜角切割出来，切割成这个样子，2个就能拼到一起了。用气钉枪把窗户钉上，再用齿节拉一下斜角，2个窗户都钉好后，就可以钉中间的撑子了。一扇窗户
2个撑子，再用气钉枪钉上，然后开始做外面的框了，量好尺寸，切割出来，用气钉枪钉好，这个窗户的大概形状就出来了。到第2天我就开始刷墨蜡油了，用的是莫兰迪蓝这个颜色，好像是天蓝色的，看起来特别的温柔。外面的这个框就刷成白色的，这样搭配好看一点。刷完之后这个样子还不错吧，准备再做一个台子，可以放花。先切割2条木板，刷上墨蜡油，还是刷成白色的。我家的小柯基又来捣乱了。对了，它已经有名字了，叫摩口，我女儿起的。另外一个还没有想好叫什么，把这个花架也去掉，重新再刷下墨蜡油，也刷成蓝色的，看起来更搭配些。开始组装窗户的佛叶了，完美装上。另外一个也装上后，就开始装下面的台子了。2个板子拼接到一起，就刚好可以放一小盆花，也用气钉枪钉上，后面再装上一个蕾丝的纱帘。这个纱帘一装，感觉立马就到位了，做的真的是 nice。先把网格固定到墙上，把窗户也固定到墙上，接下来见证华丽的变身吧。纏住吻住春風吹住我嗎？纏住吻住鬱金香是你嗎？纏住吻住笑話歌頌愛嗎？花钱给小花园安排了一个吊椅，是不是和我小花园的风格还挺搭配的？这是一个美女姐姐送的，估计要买的话要好几百块钱吧。今天可真是又赚到了呀！前几天买的这些花盆终于到了，这可真是太美了，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看的花盆。1个星期前花15元买的2盆蓝雪花一直没有栽种，就为了等我的这些花盆。今天花盆到了，终于可以栽上了。之前在网上冲浪看到了一个垂钓的蓝雪花，真的是太美了。所以咱也要安排一款垂钓的蓝雪花。当然，选花盆也是特别重要的，选择这一种红陶材质的，透气性比较好，不容易烂根。因为水分它是从4周散开的，能够保证根系吸水均匀，不管是花盆的表面还有底部都能排水。对于一些爱浇水的小伙伴，那就更好了。就算你天天经常浇水，也一样不会出现烂根的问题。所以不管你多么不懂浇水原则，只要用上红陶盆，绝对不会出错。另外一颗种在这个特别好看的大奖杯里面。接下来就请欣赏华丽的变身吧。还有2个还没想好种什么，大家给点意见吧。今天准备先把后院收拾出来，把之前粉好的墙刷上一层白色的外墙乳胶漆。还是刷完漆后看起来顺眼一些。小鱼在这边徒手掰钢筋，是因为他要在后院的门上给我焊一个圆形的拱门，再种上2棵爬藤月季。你看他这手脚并用的，我咋看着这也没有一个半圆的形状呀？最后在我俩的不断努力下，终于然后小鱼就自己动手做了一个捏钢筋的工具，又在地下画了一个半圆。你说这工具能好使吗？哎，别说，还真挺像那回事的。不一会儿就捏出来了一个半圆的形状，不得不承认，小鱼的脑袋瓜子确实比我的好使。第一个捏好，2个也捏好了。你看我家的小白和大黄，他俩玩得多开心呀！开始焊拱门中间的撑子了，一共是焊了9个，然后再把另一面也焊接起来，这个拱门就做好了。先抬在上面看看合适不合适。我又在上面刷了一层黑色的漆，这样看起来和大门更统一一点。小鱼把这一片区域收拾出来，准备做一个兔窝，买了一卷钢丝的网子，准备围起来，用铁丝固定在提前买好的这4根柱子上面，中间又加上2根钢筋，把网子绑在钢筋上面，这样的话会更牢固一些。然后把之前做的这个兔窝给抬到里面去，小鱼把这边也封起来，然后把兔子给放进来。我们现在是有3只大兔子，还有6只小兔子。把兔窝之前的门也给拆掉。新围起来的这个兔窝没有留门，所以就只能用跳的方式了。刷好的漆也干了，现在就准备把它固定到门上，把它们焊接在上面，然后再在墙上打上膨胀螺丝，等下可以直接焊接在膨胀螺丝上面。然后在地面上再掏2个正方形的洞，在下面种上2棵爬藤月季。我种的是2棵蒂娜，正红色和黑色是不是挺搭配的？期待它们快快的长大，等爬满拱门肯定特别的好看。最后让大家看一下我们这3天的劳动成果吧。风再冷不想逃，花再美也不想老。前2天种好的2棵蒂娜一直没有牵引，今天有空了给它们做下牵引。我们河南这几天高温预警，真的是热得要命。今天的
的天气居然达到了41度，这两棵丁娜看起来状态有点不太好。为了让它更好的缓苗，所以我把上面的叶子全部都剪掉了。剪掉之后呢，就用这个园艺绑扎线进行固定。这个园艺绑扎带呢，夏天自带剪刀，用多少剪多少，非常的方便，而且还是铁丝包束工艺的，不仅不会烫伤植物，用久了也不会生锈，还可以反复利用。用来固定月季、牵引爬藤植物最合适不过了。这应该是养花人都能用得上的一个小工具。再给它们挂上2个小黄板，这是粘虫黄板，是一个物理驱虫的原理，利用害虫的驱黄性，把虫子粘在上面。像蓟马、劲蜂、小灰飞，平时打药的话伤不到它们，用黄板可以粘住它们。花园、菜园、盆景、绿植都用得上。这2棵月季就牵引好了，下面就交给时间，希望它们快快的长大，争取明年爬满这个功夫。这个小木桥已经用了有大半年的时间了，伴随着每天风吹日晒的颜色也变得暗淡了很多。今天刚好有空，准备给我的小木桥再刷上一层胡辣油，用的还是我经常用的这款，每次送的小工具也都格外的贴心。大的这个海绵混凝刷可以进行大面积的涂刷，我用的这个颜色是黄花梨色的，涂上之后立马好看了许多。中间的缝隙可以用羊毛刷进行填补。家里有防腐木的，一定要每年刷上一层胡辣油，不仅防水、防霉、防腐，而且能够渗透到木材内部，起到很好的养护作用。全部都涂完了，在这边晾上个1夜，明天看下最终的效果。这就是白天自然光下的效果。你们见过小狗和小羊打架吗？我家的小狗特别喜欢早睡，但是每次也打不过。如果不是这条绳拴着小羊，那么狗肯定是被打得很惨的。今天呢，继续开始铲草皮。下过雨之后好铲了很多，但是还是工作效率特别的慢。所以呢，我又换了一个工具，就是用钉耙。这个工具呢，果然比小铲子又快了一些。既然已经找到合适的工具了，就先把之前铺的路给清理一下，把鹅卵石捡出来，白色的小石子呢就不要了，一颗一颗的捡，实在是太慢了。我家不仅小狗喜欢黏着我干活，我家的羊也特别喜欢黏着我干活。可是我总是喜欢给它一个大逼斗，然后它就一直盯着小鱼看，好像在告状似的。这个板子看着没多大，其实呢一块有几10斤重。我们2个用了1-2个小时，终于把这路上的石板全部都给搬走了，剩余最后的2块被草给覆盖了。这边草长势怪好，拔了等下喂兔子去。上次我说我是11块钱1块买的，好多人都不信。其实呢，它就是用水泥做的板子，所以呢价格才这么便宜。把路开始整理好之后呢，我又开始继续干活。可是小鱼说让我别干了，他已经想到一个好办法了，就是这个翻土机。我们去我二舅家里把他的翻土机给借来了。记得上一次在小院里用翻土机还是种草坪的时候，现在呢是去除草坪。仔细想想，这里里外外真是损失了几千块呀。但是呢，路走错了不要紧，及时改正就好了。其实改造院子呢，我俩并不是专业的。当初呢也是看了好多小院改造的视频，看到人家铺满草坪的院子真的很漂亮，就自己也想尝试一下。可是呢，这个草坪就特别的难打理，而且特别喜欢招虫和蚂蚁，这一点我就很受不了。所以及时止损才是最正确的选择，要不然就会浪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果然还是机器比较快，2个多小时就把院子里的土给翻了一遍。今天就干到这里吧，明天再继续小院里的改造。有了它，小院里终于能够实现用水自由了。记得我之前发过一个打井的视频，居然有几百万人的观看，当时还有人说打井是犯法的。但是在我们这里，家家户户几乎都有井，因为我们这里自来水经常停水，导致用水很不方便。今天呢，我们就准备装上无塔供水，实现用水自由。首先呢，先在总开关这里装上一个止回阀，它的作用呢就是只能进水，不能往外出水。如果停水了，那么我家的水就不会流到别人家里面。之前把井打在了院子里，现在要装无塔供水，就必须要把井挪进屋子里面，差不多有10几米的一个距离。问了卖无塔供水的老板，他们帮我装好移好的话，差不多工钱都要30-40了。以我们目前现在这个预算，肯定还是自己来吧，毕竟能省一点是一点嘛。先刨出来一条沟，等下好走水管，然后呢就开始移井。我当时还单纯的以为要把井给移过去，没想到呢就是走一根水管就可以了。走一条水管，然后再用窒息棒把井里的水给抽出来。我们走了2排管子，一条是进水，一条是出水，因为鱼池换水还需要井水。无塔装好了，这边是进水口，这条是出水口，一条通往主管道，另外一条通向鱼池。鱼
池这边呢装了一个开关，这样来回换水就方便多了。小鱼呢在院子里准备走一条线路，准备把这条线通向小花园，还有亭子里面，最后呢再通向假山这边做一个流水瀑布，这些可都是需要电的。为了方便我浇花，小鱼就从这边串出来了一根管子，直接通向了我的小花园，这样以后浇花可就方便的多了。后期在这边做一个户外水池，想想就觉得方便，只是这工程量可不是一般的大呀。还是先给大家看看小花园里的花吧。蒂娜这个品种果然优秀，夏花开的还是挺漂亮的，蓝色阴云也复花了，紫色系的小花看起来就很清新。夏天果然是蓝雪花的主场呀。这两棵小苗买的时候没多大，现在已经处于一个爆花的状态了。还有你们之前说我这花园里的花至少要挪死一大半，给大家汇报一下，目前一颗也没有死哦。其实这些花的生命力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弱，只要水每天跟得上，这些花自然不会轻易的成为柴火的。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就是这样的，前几天呢，我们把院里的草坪全部给去掉了，今天呢开始铺地砖，先用铁耙子把地面凿平一下，然后再用水平仪测量一下高度，等下好拉线。在第一行的每个角先铺上一块砖，然后就开始拉线了。我和小鱼不会拉线，我们还请教了我三叔。拉线的作用呢，就是把砖都在同一个平面上，这样铺出来会更平整一些。其实当时买这种砖呢，我就是为了图方便一些，但是呢，它这个铺法和其他地板砖铺法是一样的，除了不用水泥和沙子，但是其他的还都是一样的工序。哎呀，真的是想偷懒就不行了。再加上最近这几天呢都是高温天气，我们白天呢都干不了活，只能晚上开始干活。我们都是从傍晚6点钟开始干到凌晨2点钟。第一天呢，我们没有什么经验，就只铺了1行。第二天呢，我们铺了3行。第3天和第4天，我们铺了4行。其实铺这个砖真的是挺累的，因为这个砖很沉很重，一块砖的话差不多有40-50斤重。如果是薄一点的还好一点，但是这个实在是太厚了，所以呢就铺起来很费劲，也很费时间。整个铺砖过程呢，就是我搬砖，小鱼铺砖。但是呢，我还比小鱼多了一道工序，就是我要把这个土给它松好。因为这个地砖的土要松好之后才能往下垂实，但是我觉得小鱼这个才是最累的，因为这个还需要技术，还需要蹲在地上一点一点的去垂实压实，所以呢每天小鱼都累得腰酸背疼。今天又是铺砖的一天，不过今天有2个小监工，小白和妹妹。话说我们铺砖已经有半个月了，但是我们的进程怎么这么慢呢？首先这个砖是不好铺的，但是呢还有一些天气的原因不可抗拒，就是最近3天2头的下雨，一下雨呢就没法干活，不下雨的时候呢白天又特别的热，所以呢只能晚上干活，所以这个进度呢就非常的慢。每天下午太阳还没下去，我们就顶着烈日炎炎的干活，真的像是蒸桑拿一样。这棵樱桃树有点碍事了，所以呢我要把它挪到后院去。其实主要原因呢是我感觉这棵树的造型太丑了，所以要把它种到后院去。大家知道我家后院在哪吗？对，就在我家院子的后面。前几天有粉丝朋友说想看看我家的小兔子，现在这一窝小兔子已经有2个多月大了，母兔子上个月呢又生了一窝小兔子，但是天气太热了，全部都 BBQ 了。在后院呢就随便找一个地方种下吧，后院的空地还是蛮多的。其实这2棵樱桃树我都想挪到后院，我感觉都不好看，但是小鱼不同意。那今天就先挪1棵吧。把树挪好之后，我们又开始接着铺砖。我发现小鱼找到了一条捷径，居然不用橡皮锤锤了，它感觉在上面蹦比橡皮锤更省劲更快。果然100多斤的重量肯定比锤子好用一点。这人呀，一旦走了捷径是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所以小鱼就在这边蹦呀蹦蹦呀蹦，除了有点费脚底板子，其他的也没啥。就这样一直干到了天亮。快5点钟的天空已经开始慢慢的变蓝了。小鱼说带我去吃个早餐，然后再看一场美美的日出。这个机会可不能错过，毕竟凭什么开始继续铺砖。不过这个天气才5点多钟，感觉就雾蒙蒙的，好像要下暴雨的前奏。果然我猜的不错，这才铺了没几块就开始刮起了大风，把我们的房檐瓦又给刮掉了几片。每次刮大风受伤的总是房檐瓦，每次刮风都是连上面的砖头一起刮掉的。大风过后肯定就是暴雨了呀。今天呢指定是干不了活了，真的是哦天空不作美。我躺在床上睡，无聊的是花费5000多，耗时20多天的工程终于完工了。
小院的地面真是几经波折，之前铺的草坪花的3、4千块钱已经打水漂了。有的朋友说，之前的草坪不是挺好看的吗？为什么要铲掉呢？不是瞎折腾吗？其实呀，真的不是瞎折腾，只有铺过草皮的才知道草坪之苦呀。改造这个院子，我们并不是偶尔回来住一住，而是每天都生活在这的。我们从去年冬天搬回来住，现在已经快大半年了。后期我们还要在这里长期居住，所以呢，是真的不能只图一时好看，而要讲究要实用一些。草坪有多么的难打理，我算是领略到了。所以我感觉院子的低维护真的是蛮重要的，否则你不是在剪草，就是在除草的路上。铺这个地砖总共是铺了有500多块，花了5000多块钱，但是我觉得还是蛮值的，毕竟以后都不会花费很多时间再去打理草坪了，想想也都是蛮开心的。地砖是铺完了，其他没有做硬化的地面，我们后期准备铺上雨花石。雨花石小路也是中式庭院常用的一种元素，可以让庭院的景观更灵动富有活力，所以呢，这种雨花石小路咱也必须要安排上。整个院子的工程量还很大，看我们接下来一步一步的改造。大家好，这是我之前堆的很假的假山，但是我现在想把它改，突出流水的效果，就要把这堆石头给挪走，然后把底下给挖空，刚好挖出来的土可以填到这边，这可真是两全其美呀。先把这旁边的几棵月季花挪走，等下石头就可以堆在这边了。这几棵月季花你不仔细看还真的有点看不出来呢，草都比花高了。有的朋友们该说了，草长得比花还高，你咋还有脸说呢？不是我懒哈，这真的长得太快了。花挪好了，给大家变个魔术吧。石头瞬间转移，刚刚我和小鱼2个人搬了半天，结果一看，哎，摄像机没打开。石头搬好之后呢，我们就开始挖土。我和小鱼说，我们现在扩建的比别人建了一个鱼池都要大。现在扩建的这个地方，长3.5米，宽2.5米，高2米，再加上之前的，得亏是我院子大呀，要不然谁家好人在家建这么大鱼池呀？这2棵南天竹也碍事了，家里就只剩1个花盆了，就先挪1棵吧。这个挖土呀，真的是个体力活，太累了。主要是这中间隔了一个鱼池，挖出来的土呢又没有地方放，只能一些一些的扔到这个车里面，再用这个小车给周转出去。本来呢，我一个弱女子，手无缚鸡之力的，让我一天一天的去扔土，这个胳膊呀真的受不了呀。我就和小鱼说，为啥别的改造博主老婆都不用干活，为啥我就得干活呢？小鱼说，我也没把你当媳妇儿呀，我把你当哥们儿。哎，得了。这么多年夫妻处成哥们儿了，今天就挖这么多吧。干到这里已经是凌晨3点钟了。小鱼就给刚才挖出来的土浇下水，说下沉一点会结实一些。今天就干到这吧，明天再继续。昨天在我俩的努力下，已经完成了1/4，今天还要继续挖土，又花了30块钱买了一个盆，把这棵碍事的南天竹给挪走。这个挖土的过程实在是太累了，我此时此刻非常想念我表弟的挖掘机。可是奈何我们院子别说大挖机了，连个小挖机现在都进不来，就只能回到没有机械的原始时代了。这又是一个晚上的劳动成果。第2天继续，连续挖了2天的土，我的肩周炎又犯了。今天的重担就交给小鱼了，不过我还是可以在旁边适当的干一点的，毕竟让他一个人干我也心疼呀。最后胳膊实在疼得受不了了，就只好小鱼负责扔土铲土，我负责把土转运到其他地方。一晚上也不知道倒了有多少车土。公带着我来垃圾堆里捡石头，这可能是我最后的倔强了，但是为了省钱也没办法了。捡了2天的石头，捡了这2小堆，也不知道够不够用。大家想知道我们这几天为什么不挖土了吗？其实前天晚上我和小鱼2个人还在奋力的挖土，当时想着我俩能够再干1夜，差不多这个就能挖好了。但是直到我算之后，确实有点害怕了。你说万一这面墙倒了之后，人在底下又买回来一个临时鱼池。我买的这种是帆布鱼池，花了400块钱，尺寸是7米乘3米的。本来说是要焊个架子的，小鱼说焊个架子也太麻烦了，所以呢就先固定在亭子上面，刚好也可以给鱼遮阴。小鱼从后院抬回来几根木桩当侧围边，用绳子把木桩固定在亭子上面，等会儿再用绳子把鱼池固定在木桩上面，另一边也用上2根木桩，然后把鱼池给伸好，等下再用绳子给固定。其实我俩也不知道这样固定会不会牢固，只能先放满水，放个1天1夜，看会不会给冲垮。在这边放了有1天1夜了，目前看起来还挺牢固的，可以把这里面的水抽干放鱼了。鱼池里的水也没有浪费，放到后院浇菜了。这是前段时间买的水泵，1个小时差不多能过滤40吨水。因为还没有做过滤池，所以呢就先当增氧泵用了。这个大家伙特别的省电，1个
个小时才120瓦，用上个1天1夜，电费才1-2块钱，特别的省电。这个水泵比之前买的那几个贵是贵了点，但是确实省电。之前买的那几个虽然便宜，才几百块钱，但是特别的耗电。光开这个水泵差不多1个月也要30百，1年下来光电费也要4、5千了。所以呢，在这里奉劝大家，如果你院子里也想挖一个鱼池，那么过滤水泵一定要买节能省电的，千万不要图便宜买那一种功率高的，那么你每个月的电费都是一大笔开销。把鱼儿都捞上来了，第一次这么清晰的看它们，我是发现了我的这些鱼啊，没一个好看的，一个比一个丑。之前还有一些好看的，但是之前下雨忘了开水泵，导致它缺氧死了一部分，死的那几十条比这好看多了。你再看看这些，真的是一个晒一个的丑呀。把水泵打开蒸养，我的这些丑鱼要在这里生活差不多要1个月。等你们的大房子修好了之后，你们就可以回去了，加油！昨天把大泥坑挖好了之后，我们今天就开始砸这面墙了。把这面墙砸掉就可以连接起来了。把门板上的土铲掉，先放到一边。小鱼先用切割机切割出来一条线，这样等下砸出来的边缘比较整齐。把上面的鹅卵石砸掉，先放到一边。这个鹅卵石后期还有大用处呢。记得我之前粘这个鹅卵石的时候，有粉丝朋友说明年春天一定会掉完，这不还挺结实的吗？砸都砸不掉。用丙纶布做的这个防水还挺结实的，好像糊上了一层保护膜，一点也没有漏水的迹象。小鱼感觉这个小锤子也太慢了，索性扔掉，就换上了大锤。果然大锤80，小锤40，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大锤就是比小锤快了很多。砸墙的时候才感觉这个墙还真挺结实的，之前特担心，说我们在下面挖着坑，会不会这个墙倒下去把我们砸在下面？这样看来，之前的担心还是挺多余的。但是防范于未然总是好的，砸下去的废砖也不浪费，用来铺顶用。这个大泥坑的四周，我们还要垒上砖头，靠近墙的那一面，我们要着重加固一下，垒24的砖头。其他的就垒单墙就行了，12的。用这些废砖七拼八凑的，总算把这个底也铺完了。小鱼又在这底下挖了一个洞，我属实不明白这个洞是干什么用的。他说是底吸吸垃圾的，说是以后抽水泵往这里一放，就能把底部的垃圾给抽走。能不能抽走，这个暂时不知道。但这个小坑挖的属实挺圆。弄好这些，又是凌晨3、4点钟了，只能明天再干了。垒鱼池的材料到了，水泥、黄沙和砖头。今年的建筑材料比去年真的便宜了好多。去年买一车沙子要800多块钱，今天这一车沙子才花了480块钱。砖头也送到了，3毛5一块。我记得去年买的时候是3毛6、3毛7。本来是想卸到这个地方的，但是这个车太重了，把我的地坪都给压坏了。没办法了，就只能卸到路上了。反正总归是要卸到路上，就索性卸得离门口近一点，这样拿去也方便一些。等会儿再把砖往里面扔扔，不能耽误别人过车。水泥也便宜了，之前是20块钱一包，现在才18块钱。材料都已经到位，等下就开始干活了。先把底下的垃圾给铲走，这是我们之前挖土不小心掉下来的。最近这个天气啊，我真的是服了，不是立秋了吗？怎么还是这么热呀？干了没一会儿，我爸就有点中暑了。然后开始换小鱼，小鱼干了没一会儿呢，结果就开始大面积的停电。收到通知，原来是变压器负载扩大，所以导致好多地方都停电了。不知道为啥，为什么这几年天气是越来越热呢？今天就先干到这里吧，明天再继续。所以我们先挖了一个大泥坑，然后又砸了一堵墙，又用废弃的砖头铺了一个底。今天的任务就是把鱼池给垒起来，先用水泥和沙子灌下砖头缝，再和点水泥开始砌墙。幸亏我爸回来了，要不然小鱼砌墙可真的是有点困难。之前砌我们卫生间的那堵墙给砌歪了，贴墙砖的师傅补了3次才把那个墙给补平，勉强贴上瓷砖。所以从那之后，小鱼再也不敢砌墙了。正好我爸回来了，那么砌墙的任务就交给我爸了，小鱼呢就负责当小工铲灰吧。这棵罗汉松到最后也免不了被挪走的命运。之前觉得在这里不碍事，就没有挪，没想到现在砌墙碍事了，所以呢就只能先把它挪到另外一个地方种上了。砌到一半，我爸和小鱼去买了这种板子回来。前2天我爸请教了他一位做假山的朋友，这是假山师傅建议我们这样做的，说是把石头堆在这种板子上面，这样出来的效果会好看一些。咱也不太懂，只能乖乖听师傅的安排。
到时候这位师傅会来帮我们一起堆这个假山。这种板子实在是太重了，所以我爸请了2位邻居大叔来帮忙，也多亏了他们的帮忙，要不然我爸和小鱼他们2个指定抬不动。把楼板固定好之后，就开始继续砌墙。由于这几天是高温天气，墙砌好了之后，每天要往墙上喷好多次水，要不然它不结实。鱼池的主体大概就砌好了，明天开始弄过滤仓，我们下期再见。要给鱼池做防水了，花了100块买了一大卷丙纶布。其实防水材料早就买好了，只不过前几天下了1个多星期的雨，水泥也有点潮湿了，结块的是用不了了，剩下的还能凑合着用。我们这次还做丙纶防水，因为之前做的效果还不错，没有漏水的地方，主要是价格也便宜呀，100多块钱就能够做这么大面积的防水。这个水泥浆的调配呢特别简单，就是水加水泥，然后再加一点胶粉。算起来，小鱼这是第3次做丙纶防水了，现在也是有了一定的经验，结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这样好操作一点。先从底部开始做起，然后再慢慢的做上面的。如果你家院子里有个鱼池也想做防水的话，那么我非常建议你做丙纶防水，真的是又好用又省钱，而且操作起来呢也特别的简单。材料只需要水泥、丙纶布和胶粉，水泥浆的调配，水和水泥1比2，然后胶粉呢适量加，粘稠度呢看起来就像黑芝麻糊那样就行了。然后把结好的丙纶布双面都沾上泥浆，再用小木板把它推上墙就行了。一定要用小木板把里面的气泡全部都刮出来，这样贴合度的话就很结实了。丙纶防水呢也适用于卫生间，你像我们卧室卫生间也是做的这一种防水。今天加班到2点多，终于干完了，等干上几天就能够做假山了。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1个月没有打理我的小花园，就开始杂草横生了。前2天做的防水要晾上个几天，这几天也不能闲着，所以呢就把花园打理一下。之前我们这里下了1个多星期的雨，这个草真的是疯长，一直忙着修鱼池，也没有空打理我的小花园。刚好这2天天气也凉快了，把小花园里的草全部都给拔掉。这下今天我家的兔子和羊可有口福了。花园呢还是要经常打理的，如果不经常打理，一不小心就会变成荒原。把草拔干净，把上面的残花也给修剪一下。之前开败了的花一直没有修剪，导致这些花都没有怎么长。现在赶紧修剪一下，等到秋天的时候就能够欣赏一波秋花了。花费了2天时间，终于把小花园给收拾干净了。大家看一下前后对比吧。
水特别多，导致我们每个房间都漏水了。爬到顶上一看，原来是之前做的防水全部都起皮了。我们这里有句老话说得好，不怕恶公恶婆，只怕破房子漏锅。所以这个房顶呢，我也要做成厨房那样的树脂瓦，这样看起来也比较搭配一些。先把房顶上的围栏全部都拆掉，把3个空调外机呢也全部都挪到下面去。围栏这边又拆出了好多小青瓦。其实把这个房顶搭起来，我是早就有这个想法了，想的是等院子整好了之后再把屋顶给搭起来。可现在漏雨非常严重，所以呢就只能把这个事情给提前了。每次下雨都要用小盆小罐的在屋里面接雨，也问过其他的防水，效果呢都不是特别理想，可能近期不会漏，等过个2-3年又会漏了。所以这次咬碎了大牙，狠心，直接用树脂瓦给搭起来。贵是贵了点，但是用个10-20年问题不大。还有就是装上了之后确实好看了许多，我家的老平房再也不是秃头了，真是钱花哪买好看呀。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做完这个屋顶立马感觉上档次了些呢？先把这块清理出来。我家的小羊现在放在后院养了，所以呢把它的窝也挪过去，今年就能变成羊肉串了。自从我家院子铺上地砖之后，整体高度就往上提升了，所以呢这边要垫很多的土。之前做的这个小平台也要拆掉了，等回头这个葡萄架也要拆掉，因为我要在这边做一个户外厨房和户外就餐区。每次朋友来小院都说要是有个户外厨房就好了，这一次呢就满足他们的要求，回头可以在这里一起做饭，一起烧烤，一起吹牛。把这堆土平了之后，感觉这个地方还真不小。开始盘这2堆土。朋友们，我又开始挪这些花和绿植了，因为之前没有规划好，所以整个院子里的绿植还有花种的都是乱七八糟的，不仅没有美感，看起来还是乱糟糟的。这段时间我也不断的学习和参考别人家的院子，也给我家小院手绘了很多张图纸，最后我和小鱼我俩选择了一张。以后呢就按照这个图纸施工了。由于我画的实在是太丑了，在这里就不展示给大家了。接下来的半年，我们要对院子做一个重新的改造，做到既实用又好看，还能贴近于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院子里这个假山一直没有做，是因为我们找的这个假山师傅生病住院了。刚开始师傅说是小毛病，没什么问题，过几天再来帮我们。结果现在呢一直没有好。好了之后呢，我们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帮我们做了。所以呢，这几天我一直在考虑是不是要自己做，但是又害怕像上次一样堆不好。我们这周边呢也没有专业做假山的，这几天呀都快愁坏了。但是这几天也不能闲着，所以呢，我们就先把这边的土给停一下吧。把这边土是平完了。我现在唯一就是愁我这个假山呀，怎么办呀？今天开始做鱼池的假山，为什么这么久没有做这个鱼池假山呢？是因为我们找的这个师傅一直没有过来，具体什么时候过来呢，也没个准信。我们又找了几家，都说我们这个石头不能用，如果再重新买石头做的话，那么又需要1-2万块钱，这个价格我是承受不起的。所以在耽搁了很久之后，我们准备自己做，但是有点担心会再次堆成上次那样的，没办法，为了省钱也只能硬着头皮干了。做假山呢，我们是一点经验也没有，再加上我们这个石头也不是堆假山的石头，所以呢就非常的难，只能一遍又一遍的堆放，看看怎样堆才能好看一些。再加上我们也没有什么专业的工具，就只能靠人力来回的搬，一天下来腰都快累断了。结果呢就堆成了这个石头堆，真的是太丑了。所以第2天我们又把这个石头堆给拆掉了，见我们堆的实在是不像样，所以今天我爸也回来给我们帮忙了。昨天辛辛苦苦的搬了一天，今天就全部又给拆掉了。经过我们几番商讨，决定先堆砌一个底座出来，前面用石头，后面用一些废砖头块，上面再用水泥。我觉得做假山呢应该和盖房差不多，地基呢一定要打得非常牢固才行。今天呢把第1层的底给做好了，明天水泥干了就能够往上堆石头了。前几天我们堆了假山的底座，由于石头不太够了，所以今天我爸又去拉回来了一块。这块石头看起来没多大，但是有1000多斤重，所以我爸借回来了一个小吊车，要不然真的是抬不动呀。这块石头抬进院子里是抬不进去，所以只能把它分割开。
可以。一个好看的葡萄架肯定是少不了刷漆的。我用的是水性木蜡油，使用之前呢，用砂纸把木材打磨一遍，然后就可以刷木蜡油了。我用的这个颜色是黄花梨的，真的特别喜欢这个颜色。这个颜色的木蜡油我用了应该不下于10桶了。这些工具都是送的，小缝隙用羊毛刷，大面积用滚筒涂刷，使用起来特别的方便。刷的时候要顺着木板的方向去涂刷，而且它防水防霉，还没有什么异味。能够渗透到木材内部，起到很好的养护作用。家里有铺装防腐木的，每年刷一刷，能够延长防腐木的使用年限。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点击下方小黄车购买哦。下面就请大家欣赏一下葡萄架完工后的整体效果吧。一个普通的葡萄架加上装饰的网格和花格，是不是立马好看了许多呢？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网格和花格是如何制作的。首先拿出一根5×5的小方木进行开槽，我们没有专业的开槽工具，就只能用切割机先切割出2条印子，然后再用凿子把中间的木头给剔出来。把网格槽制作好之后，我们开始做中间的木条。我用的是1厘米厚、8.5公分宽的木板，一个木板刚好可以切割3根。切割好木条之后，我们就开始制作边框了。切角90度切割边框，这样做出来会更好看一些。然后用气钉枪把边框钉住，这样一个网格架的边框就制作完成了。然后开始切割中间的木条，最前面的3根木条和最后面的3根木条长度是需要边2边切割的，其他中间的木条长度都是一样长的。中间的缝隙我留的是8厘米，用边角料切割了2个8厘米的小木花，这样做起来更省时省力一些。第1层的木条就固定好了，我们开始固定第2层的木条，方法和第1层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颠倒了一个方向。这样一个网格架就制作好了，是不是特别的简单？第2天来制作花格，我画了一张图纸，按照图纸的尺寸去切割。切割好了之后，就像拼积木一样再拼起来，看起来效果还不错。开始钉钉，钉完钉之后，我总感觉中间的这个缝隙太大，看起来不是特别的美观，所以我准备采用90度斜切，再加上一些榫卯结构，又绘制了一张图纸。因为我画的实在是太乱了，有的要全切，有的要半切，我怕小姨看不清，所以我就一直在旁边看着她切。把刚刚半切的部分给剔掉，然后把它们给拼起来。中间的这些撑子就省了很多钉子，只需要把边框钉一下就行了，这样看起来还比较结实一些。果然还是这个改良后的比较好看一些。下面就开始大批量的生产了，一共是做了6个花格。做好了之后就开始刷漆。
把漆都刷好之后，等一下就开始固定了。我们是直接用气钉枪固定在立柱上面。有了网格和花格的装饰，这个葡萄架立马感觉上档次了些。还有制作这个3米乘4米的葡萄架，我只花了1000多一点点。下期视频给大家分享具体的价格和用料。做鱼池过滤，它可是真费钱呀！光这个细菌污就花了1000多块钱，1箱200多，我买了5箱，然后又去废品收购站买了几个白色的塑料箱，用这种塑料箱子来装细菌污。我看网上好多用网兜去装，但是我的这个比较多，就直接用这种塑料筐来装。细菌污一共装了5大筐。接下来就开始准备毛刷了。毛刷我一共买了150支，网上卖的毛刷质量也有不同，有灰色的，有绿色的。这种绿色的是全新材料的，比较好一点。价格呢，绿色的要比灰色的要贵将近1半了。这个毛刷我买的是304钢芯的，然后是实质毛刷，质量会比较好一些，但是相对来说价格呢也高一点。50支的话是300多块钱，我一共买了150支，花了1000块钱。这个毛刷的固定呢，就是用线管固定的，直接用钉子把线管固定在鱼池的2边，然后中间呢再用线管把毛刷给穿起来。我这前面2个仓呢全部都放上毛刷了。其实过滤仓第一个仓应该是沉淀仓，什么都不用放，但是呢由于我的这些仓比较少，所以呢就是我全部都放上毛刷了。下面呢我们就开始弄这个藤棉了。藤棉呢我总共是买了4块1米乘2米的，厚度的话我买的是5公分厚的。这个藤棉呢我买的是180块钱1块，总共买了4块，花了700多块钱。用剪子剪起来真的特别的困难，小鱼呢就直接用切割机了，切割机再配上大菜刀，这组合简直是完美。我这个鱼池的水体差不多有50吨左右，也不知道这些过滤材料够不够。这个藤棉见水它会往上飘，所以呢在上面压2块砖头，再把细菌污给扔进去。由于我的这个过滤仓实在是太少了，只有4个仓，所以呢拔管仓呢我也没有弄，拔管仓呢就和净水仓在一起了。我家呢刚好有一个小一点的抽水泵，到时候呢就直接把抽水泵扔进这个管子里面抽污水，再把这个过滤水泵给安好。这个过滤呢就基本就做好了。现在呢还差一个杀菌灯还没到货，杀菌灯的作用呢就是除绿藻滤水。你看现在这个水呢就是有一点发绿，看起来呢不是特别的清澈。过滤就做好了，现在这边过滤个几天，看看效果怎么样。现在水的颜色是发绿浑浊，等再过滤个几天，我们再看看后续的效果如何。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我们今天开始做这个木平台。这个苹果树呢有一点碍事，我们准备把它往边上挪一挪。这个季节挪也不知道会不会挪死，算了，听天由命吧。木平台的周边呢，我要做上围栏。首先第一步呢，要把柱子先给埋上。我用的是10乘10的柱子，总共用了6根，表面有点不平，所以呢先用电包给抱一下，然后开始给柱头做上造型。我用的这个柱子是10乘10的，柱头的部分要做成正方形的，所以呢在11厘米和10厘米处各画一条线，中间的用凿子给凿掉。再用砂纸打磨一下，这样一个好看的柱头就做好了。接下来开始批量生产，总共做了6个。然后就开始打磨刷木拉油，因为这个柱子要提前给埋上，所以呢就提前刷。我用的还是这款木拉油，这一次用的颜色是中胡桃色，这个颜色呢要比黄花梨的要深一点。做木平台的话，我觉得颜色深一点会比较好看，所以木平台和围栏我都刷成这个中胡桃色的了。晾干之后呢，就开始刨坑埋柱子了。总共刨了6个坑。抹点水泥，等下开始埋柱子。确定柱子的方位可不容易，不仅要用上水平仪，还要拉线。因为一旦有一根柱子要错一点，这个形状就不对了。终于
在他俩的不断努力下，这6根柱子给埋好了。埋好后晾上个1天，干了之后就可以封土了。封完土之后呢，就开始打龙骨，开始做木平台了。因为这个木平台的下面呢，刚好有鱼池的过滤，所以呢，木板要做成活的，好掀开清理鱼池的滤材。接下来就看小鱼如何操作啦。最后，这个木平台的龙骨就打成了这个样子，中间的这2块应该是可以掀起来的地方。下面就开始固定木板了。小鱼说先铺整根的，中间可以掀开的部分到最后再进行切割，这样比较好看整齐一些。还差一点没有铺完，因为防腐木不够了，所以呢，明天要去再买一些。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带着城市老公回农村娘家老宅改造房子的第409天，这几天把木平台给做好了。接上回前几天做着做着，突然木板不够了，但是这几天咱也不能闲着，开始做木平台旁边的围栏。这个木平台的围栏呢，就还和葡萄架上面的一样，做成网格那样的。这种网格的制作方法和用料，我之前视频有发过。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去参考之前的视频。其实这种网格做起来真的是非常的麻烦，比做普通围栏麻烦多了。但是为了和葡萄架更配一些，所以呢，我们还是选择做这一种网格。第一个围栏就制作好了，小鱼迫不及待的拿过去试了一下，感觉还不错。接下来的任务就交给我了，开始刷漆。我用的这个颜色是中胡桃的。我在这边刷漆，小鱼在那边做其他的3个。我这边第1个才刚刚刷好，小鱼其他的3个都已经做好了。晾了一会儿干了，小鱼就开始固定围栏了。而我还要继续刷漆，还有3个没有刷，不知不觉的就从白天刷到了晚上。第2天木板到了，小鱼他们继续开始铺木板。然而他们的木板都铺好了，我还在刷漆。这种网格刷漆真的是非常的慢，每个呢还要刷2遍。刷完漆之后，小鱼就开始切割木板了。因为我们这个底下是过滤材料，所以呢要做成那一种可以掀开的盖板，到时候方便清理和更换滤材。切割好了之后，这个盖板就可以掀起来了。这2个可以掀开的盖板底下全部都是鱼池的滤材。盖上盖板之后，就是一个完整的木平台。围栏也全部都刷好了，开始组装围栏。围栏组装好后，到了第2天，我们开始给木平台封边。先在底下打上龙骨，然后开始切割木板，再用螺丝固定。从白天干到晚上。我们这个木平台终于做好了，做出来的效果我很满意，这些天努力的结果也没有白费。大家觉得我们做的怎么样？欢迎评论区里留言哦。我们下期再见。前几天我们做好了葡萄架和木平台，今
今天呢，我们开始做鱼池的围栏。围栏的柱子我们用的是8×8的，先用电刨刨一遍，这样表面看起来会更光滑。然后再切割合适的尺寸画线，一根柱子是4米，我们截了4根。然后再用修边机给柱头做造型。柱头开好槽之后，再用砂纸打磨一下。接下来开始制作围栏的框架，我们用的是5×5的小木方。框架定好后，再切割中间的竖撑，先摆一下看合不合适，再摆上立柱，这样一个围栏的形状大概就出来了。接下来开始打钉固定，先把立柱和框架固定在一起，然后再用钢排钉固定中间的竖撑，这样一个围栏就做好了。接下来开始批量生产。今天我们准备先把框架和立柱做好。我们这个鱼池呢是不规则型的，所以呢做起来也比较麻烦一些。之前好多粉丝朋友们说家里面有这样一个大鱼池，怕不安全，所以呢这次就把护栏给安排上。先刨个坑临时固定下，等下还要再一致找下水平。这个小桥的位置呢正对大门，也不知道好不好，所以这次呢准备把桥挪个地方。用红外线灯找水平，确保它们的高度都是一样的。然后再和点水泥，开始浇灌立柱。浇灌上水泥之后，要晾上个2天才能够施工。水泥晾干后，我们就开始制作中间的竖撑了。竖撑我们用的是3×5的小方木，量好合适的尺寸，直接用钢排钉给固定的。我家养的这些鱼真的是一点都不怕人，就喜欢待在人旁边，一旦有人靠近，立马就围上去。我觉得主要原因呢，还是想让人喂它，看它们成群结队的游来游去，仿佛不知疲倦一样。围栏我们先做好了一大半，回头桥的位置固定好了之后，我们再做其他的。大家觉得我们这个围栏做的怎么样？应该还不错吧？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之前给这个凉亭做围栏的时候，好多粉丝朋友们说这个像牛棚，所以呢，这次就把像牛棚的围栏给拆掉。这个小桥呢，我们也要挪一下地方。我们准备放在这边，但是这个小桥呢，我们要再加宽一下，因为这个桥实在是太窄了，而且上面的围栏呢也太矮了，所以呢要重新再整一下。这个小桥呢是我之前在网上买的，花了300多块钱，没想到材料是这么的简单，早知道就自己做了。如果自己做的话，我估计成本100块钱都用不到，因为它这个不是防腐木，而是碳化木的。小桥要加宽，下面的支撑板2个肯定是不够了，所以小鱼又按照相同的尺寸又制作了一个。
的视频就更新到这里了，期待我们六角凉亭的诞生。亭是越来越丑了，所以呢，我准备让我老公把这个茅草亭给换掉，搭一个。前几天我们把凉亭给拆掉了，今天开始搭六角凉亭。因为预算有限呢，就只能自己干。刚好小鱼的弟弟回来了，连忙拉过来当壮丁。从来没有学过木工的弟兄俩，让他们给我搭一个这样的六角凉亭，可谓真的是逼公鸡下蛋呀！先把6根柱子打磨一下，切割成一样的长度。把打磨好的柱子刷上木蜡油，刷好之后，在这边晾上个1夜。到了第2天呢，他们就开始先打地板龙骨。凉亭的地面我们准备铺上防腐木，所以呢就先打上地板龙骨。还有就是之前做的水泥地坪有一点不平，这次还要再整体找下水平。地板龙骨打好了，在6个角分别打上膨胀螺丝，再利用角铁给焊接上，这样这个龙骨就和地面连接起来了。接下来开始立柱子了，先立对角的2根柱子。一切都在顺利进行时，不出意外，肯定就要出意外了。看见这个柱子歪了，我连忙上去扶着。扶正了之后，小鱼呢就开始继续打钉。可是接下来万万没想到呀，小鱼在上面还没固定好，小叔子不知道怎么回事，鬼使神差的就把柱子给丢了。结果我就被当头一棒，当时打的确实有点懵，也幸亏是个小方木，如果是个大柱子，那后果可是不堪设想，毕竟砸在了后脑勺这个重要的位置。这次没有受伤已经是万幸了，这下我可知道工地戴安全帽的重要性了。第1天搭6角凉亭就有点出师不利，今天就干到这里，调整一下，明天再继续。朋友们，你们说我们这个6角凉亭能够搭建成功吗？我们下期再开始立柱子。历经几个小时后，柱子总算是立好了。到了第2天，为了让柱子更加的牢固，先把凉亭花格的框架做出来。
柄好多人说看起来很不结实，摇摇晃晃的，那是因为底下还没固定呢。这不，小鱼两兄弟开始制作美人靠和座椅。做这个六角凉亭，我们真的是一点经验都没有，每一步呢都是慢慢的摸索的，没有规划，所以做起来就很慢。像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六角凉亭，最长的直径差不多都要快5米了。如果要让别人做的话，没有个2、3万估计下不来。要是自己做的话，那就省得太多了，几千块钱就能搞定。所以呢，我们就决定自己做，因为毕竟不是专业的，所以大家请不要以专业的那种角度来看待我们这个不专业的凉亭啦。靠完成，第2天开始铺地板。铺地板之前呢，先把小桥围栏的柱子给固定一下，再把座椅的撑子给拆掉。因为如果不拆掉的话，这样铺地板实在是太麻烦了。铺这个地板倒是蛮简单的，就是边边角角的需要切割，所以呢就费时间一些。铺好了，看起来还不错吧？看看我家小白在干嘛？他居然在偷吃我的鱼！你说这狗狗真的会捕鱼吗？如果真的是他自己捉上来的，那我以后肯定让他远离这个鱼池了。你的支撑腿也做好了，接下来开始打上木板，做座椅。做好了，做20、30个人应该问题不大。看这细节，小鱼处理的还不错呢。接下来呢，开始给这个木平台包边。包完边之后，果然顺眼多了。鱼开始制作凉亭进门口的围栏。底下的部分已经完成，明天开始上瓦。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时大半个月，我的六角凉亭终于快完工了。这几天我们用树脂瓦给凉亭做了顶，买了1000多块钱的材料，卖家给送货上门。请了之前帮我们搭树脂瓦的师傅，让他帮忙过来指导一下。如果没有他的指导，小鱼真的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了。把滴水瓦打上之后，再把瓦临时固定一下。因为我们这个六角凉亭不是特别的标准，每个面的尺寸呢也都不一样，需要量好一块，再切割一块，再固定。相当于每片瓦要重复操作2次。第一遍是简单先固定下，量好尺寸拿下来切割。切割好了之后呢，再固定在上面。
的瓦片固定好了之后，到了第二天开始固定翘脚、斜基和保底。和吊顶，用4×6的木方做装饰的花格。这个是我精心设计的花格，看起来应该还不错吧。接下来呢，就开始各种钉钉钉了。凉亭装饰的花格和吊顶完工了，接下来就是刷上木油。因为面积比较大，所以我们准备用气泵喷涂。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我就来到了静木市场，10块钱一根的方木真香，果断要了30多根。除了做个葡萄架，剩余的还能做围栏。房子改造临近后期，手头的经费是越来越紧，所以能省一点就省一点吧。本来想买防腐木的，结果差不多要30多块钱一根了。那我现在买的这个木头打磨一下，刷上防腐木油，不是一样的起防腐作用吗？好像真的有这个道理吧？我可真是个大聪明呀！话不多说，先打磨起来。这个活只有我们家小鱼能够胜任了，毕竟像我们这样的小仙女，只要刷刷漆就行了。刚开始还天真的以为刷漆是个好活，没想到太费腰了，一直弯着腰，真的是太费腰了。果然什么活也不是轻松的。刷好油漆，在这边晾上一夜，明天干了就能用了。你们先在这边晾着吧，我先去睡觉了。早上醒来，这些木头都已经干了，这前后差别还真的挺大的。开始搭架子了，先拿3根方木搭出一个框，量好尺寸后，用钢排钉给钉上，往下刨个20-30公分，然后把第一个架子给插进去，上面先简单封一层土。开始做第2个架子了，量好尺寸后，还是和第一个一样，先挖2个坑，然后再把架子给放进去。把葡萄架上面的几根秤子先摆放一下，看看怎么摆好看一点。这样摆是好看一点，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太对。原来人家葡萄架上面是斜角的，我们是直角的，还没切。这个时候就是我展示我小学毕业的数学水平了，一定要算好尺寸，一点都不能差。要是差一点的话，等一下就扣不上了。这个斜角一切，这感觉才对嘛。等下直接往上面一扣，再用钉子简单的固定一下就行了。把切割后的面也用防腐木油给刷一下，小角落落的也不放过。
刷好之后，把蛏子再一个一个排在上面，这下看起来不那么别扭了。然后再用气钉枪浅钉一下，每个缝的距离也要弄得对称一点，要不然宽的宽，窄的窄也太难看了。小鱼又拿了2根木头，说要再加固一下，再加2根横梁，这样牢固一点，就算刮大风也不怕。夹在这个位置真的是刚刚好，被头洗的床单被罩也有地方晾晒了。把葡萄的枝条全部都放在上面，让它慢慢的生长发芽吧。葡萄架做好了，我总共用了14根木头，每根10块，一共140块钱。红辣油买的30块钱一桶，用了一半，相当于这个葡萄架花费还不到160块钱，大家觉得划算吗？